开始了啊。Hello，晚上好，各位宝贝晚上好，各位天仙宝贝，各位超级美人，大家晚上好。是不是超级美人都在我这里？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又美又有钱的那一波都在我这里？今天衣服漂亮，我每天在这个置装费这个上啊，我跟你们讲，那叫一个哐哐砸。置装费哐哐砸，我跟你们讲，没有上限，上不封顶，知道吗？哎，看到没？新戒指上手，咱们这一套下来上百万的装备，谁跟我比啊？我就说哪个知识付费直播间有哪个知识付费直播间不服来战啊？对不对？是不是？咱们不整的虚的，知道吧？我就差把发票贴额头上了，真的，我就差把发票贴这儿的，贴身上。对的，富贵迷人眼，我们这个直播间主打就是富贵迷人眼，知道吧？看到什么来什么，是不是？你们看到我有一种家财万贯的感觉，是吧？哎，那就是我跟你们讲，我这个就是具有这个招财猫功效，是不是？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们在周四晚上准时准点来到我的直播间。我爱你们。反正就是有钱，没毛病。你别管我堆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多，不重要，是不是啊？我跟你们讲，堆的越多，难度越高，知道吗？往身上堆的东西越多，这套妆造它要展现和谐的难度就越大。他们好多人说，刚开始啊，真是觉得看不懂我，是不是？每次都觉得怎么非要整这么复杂呢？啊，就不能整的简单、大方、高雅？不行，看时间长了，终于懂了。为什么呢？看时间长了就知道，可以通过我的服装判断这一期你是看过还是没看过，对不对？可以通过我的服装来判断这批次的切片，咱是看过还是没看过，是吧？极具记忆点，每一期都是不一样。我要是有的时候穿的有点雷同了，是不是？如果身上达到了1半以上的雷同元素的时候，还会有人说：“哎呀，你怎么穿的？我有点不知道这一期我是看过还是没看过了，对吧？”哎，对了，看到没？全身上下每一个汗毛都充斥着心机。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的直播，害怕我们直播被关播找不到我的宝宝们，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啊。我们开始连麦啦！对，今天到了8点钟我就开始喝快乐水，我不能喝早了，我喝早了我等一下给我喝迷瞪了。我先播2个小时，先清醒的播2个小时，感觉被这个猪猪女孩的发言已经有一点把脑子搞糊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点快乐水就刚刚好。来，开始连麦。
Hello， 你好。哎，你好，你说。有点激动。哎，你说。我是先说一下跟男方的这个基本盘吧。我是98年的。然后男生是。你这个信号是不是有点不好呀？你是带麦了吗？Hello， 我用流量。你是戴耳机了吗？没有。我有点听不清楚你说话哎。我戴耳机。你这个手机太轻，这个手机太重了，这两个都不能放在一个架子上。你不要戴耳机哦。好，你说。你现在怎么整？我是98年的，然后男生是01年的。一开始他追的我们都是体制内的同事。然后我的家庭就是小苹果，他的家庭就是大苹果。接着说快一点。在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我就会有一种被他牵着走的感觉，不像是那种没有那种很舒适的感觉，所以让我一度非常的内耗。我的感情经历比较少，但是他的感情经历相当丰富。于是因为我感觉在这段关系里边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我看了他的手机。他的手机是一般都是非常放心的放在我这里的。之前我对他，我以为之间没有秘密什么的，或者是说一点小问题，结果我翻了之后发现他有一个长达4年多的 PY。说快一点呢，小姐，你老停啥呀？你本来就因为我这有回音。说快点，说快点啊！不好意思，我快一点。他说，我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他说曾经是男女朋友。我说你们相处多长时间？他说3个月，就是从19年还是18年相处了3个月。我说那你们怎么解释持续到现在一直保持这个 PY 关系？他就不说话。然后在他的手机里边存着他们之前的那些视频和照片都有，但是在这之前我发现他跟这个女生有联系，只是聊骚，我以为他们没进展到那一步。我给过他机会，我让他把所有的东西主动去删掉，他就是我发现什么删什么。然后这一次是前2天我发现了这些视频跟照片之后，我完全接受不了，我让他删。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完全放下了，他觉得我就这个动作好像有点多余似的，但是最后他还是删掉了。然后现在我就是想跟他分手，他就是情绪非常的激动，经常去堵我，或者是不停的给我发小作文，连着已经从周一提分手到现在已经3、4天了，就一直是他说话我不回，然后我干什么都躲着他。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单位，然后体制内同事们就是我这个工作是受他家庭那边直接管理的，就他是很大的那种苹果，然后同事们可能他会表现出来非常的对我非常积极热情，好像他是一个非常暖男，大家对他的评价就是奶狗，然后内向腼腆，但实际上我知道完全不是，就他的那些视频非常的露骨，而且各种工具道具还有那啥都有，就是非常的让我接受不了。现在他对我的这种挽留吧，让我觉得非常难受。然后大家因为不明白这个事情真相，我也不好把这些事情真相告诉所有人。我不知道这个在工作中该怎么接着往下相处。我跟他提分手，他打了我，给了我一拳，我身上有青。然后第2次他又还在纠缠我，我又跟他提分手，他就是那个手就要扬起来了。我跟他说你要再敢伤害我，我说这是怎么样，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没有打下来，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情绪非常的极端。然后昨天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什么我就跟你跪下来还是什么的，我就想起来曲曲之前说过不能要的男人是哪一种，我就坚定了要跟他分开。现在的问题是我每天就是很内耗，他会每天给我发大段的小作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有在工作上我该怎么办，就大家同事领导们都知道，现在同事领导们反过来认为我有点那种冷酷无情，认为我是很那啥，就是觉得那个男生就是人家又腼腆又什么的，然后我这边好像在一直拒绝他
他们说那个男生还看着挺可怜，但是我就很无辜，我不知道这个工作跟生活该怎么办了，所以就来找曲曲了。你就是2种方式吧。一种方式呢，就是你不在乎现阶段所有的什么工作啊，这个那个的，主打就是完全不搭理，就是彻底不搭理，只留一些比如说录音啊或者是什么的证据啊在手上，然后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你再找我，我就把所有东西公开，你再弄我一次，我就把所有的东西公开给所有的人，我说我会把全单位的人拉一个群，包括你爹在内，你说全部我会把所有东西公开掉，你所有的东西，这是一种方法，然后你就彻底的了断啊。这个呢是属于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然后要不然呢，就是你还能跟这个人去友好交流。友好交流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打太极，知道吧？就是所有他只要是跟你发小作文啊，你就是我知道啊，你心里不舒服。你说，但是呢，我们2个人确实呢不合适啊，简单的就是这样安抚。然后他只要是给你你就我觉得你应该每天好好休息啊，好好吃饭，干嘛对吧？只说好话，不说坏话，但是呢，就是不接受往前一步。反正就是把这个关系让他觉得他有点一拳头打在棉花上使不上劲儿，就是这2个方案。但是呢，我跟你讲的第2种方案啊，是需要内心很强大，而且情绪非常稳定，也完全不 care 这个事情，就是说把他当个小玩偶，就是调戏的这种心态的人才能做到的。就是我看你跟看笑话似的，然后你跟我发的所有的东西，我主打就是笑而不语，懂吗？就是挺可爱的，我看你挺可爱的，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2条路，选一条路子走。好的，但是你记住要把所有的东西要留存啊！你每次跟他讲话，该录的一定要把它录下来，这个是必须的，知道吗？而且你在前面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你要引他把所有的他做过的这些事儿，在自己的口中再复述一遍，知道吗？行。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让你手上录的东西是一放出来就能炸掉的地步，懂吗？就所有的东西必须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这个人1、2、3、4、5怎么回事。但是他不拍脸，我把他的一些不用拍脸的，那你怎么能拍脸？当然不能拍脸，你录这些东西都不能让他发现。不是，我是说他手机里不是有他跟他 PY 的那个视频什么的，我有把他的视频备份过来，但是他并没有拍脸那些东西。关键是你要让他自己的嘴巴要说出来，他的声音是变不了假的，懂吗？你要让他自己嘴巴说出来。他没有好，懂吗？就是你说你为什么会跟那个女生拍那样的视频呢？你觉得你是这样的，有这样的癖好，还是说怎么样？你说我也不是说跟你在一起，而是说我跟你在一起，我满足不了你跟他做的这种尺度的事情，我在想可能未来总有一天你对我还是会腻的呀，懂吗？明白我意思吗？就你讲话的时候，要循循善诱，知道吧？要不然你老跟他冲，你肯定得不到你要的。你要想办法让他把他自己做过的事儿复述一遍，是这个很重要啊。哎呀，我这心态就是不太好，我做不到那么轻松。我应该用个啥心态呀？就可混乱了。他这个人又有点记仇，有点小心眼，而且戒备心特别强。我还就他这种情况，他可能会升得很快。我特别怕他给我那个啥一下。去1v1吧，好吧，去1v1。哎，完了，直接给我关播了。我给你出了这个主意，直接给我干关播了。好吧，你去1v1吧，好不好？没事。哪有敏感词呀？你去1v1吧，好不好？让那我跟你教的这些方案，你给到我们的导师，然后让他再帮你去顺一顺逻辑，你到时候就可以看着老师给你打的话，你再对着电话给他说，明白吗？好不好？那就以后在工作中跟同事啊什么的相处，用什么态度呀？你又没做什么错事儿，你有什么态度不态度的呢？你有什么态度不态度的呢？是大家会用那种很八卦的话总是问你啊什么什么的。怎么了？问什么？你打个比方。你们怎么了？你们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什么呀，挺好的。就或者是说没什么事儿，就什么男生不都那样，就
大概这种，帮你他去挽回。那又什么？那又怎么样呢？你要给什么回应？你给什么回应？我一般就是没有回应的，那就行了，结束了，就可以了。好吧，不重要，这些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东西一拿出来一击即中，而不是反复的像棉花糖一样黏黏糊糊。那我需要把他的手机上面跟我的一些聊天记录给删掉吗？你怎么做到这件事呢，大姐？就他的手机可以我随便拿过来看，他现在就是给我这种态度。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现在是他有问题，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删了？对，你只需要保存，你要保证你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是可被截图的。好吧，就这样。好嘞。好突然，那怎么办呢？我出了点有用的主意，是不是？不让出这种主意，不让出这种主意。我教你们录，他不让，不可以，是吧？我说我们的对话都是有诱导性的，那他不让我教你们这么，所以有些东西啊，就是说在直播间里完成不了，知道吗？你们必须要下去，就是找我们做辅导。是这样的，因为在直播间里我能说的话太有限了，我稍微的说点就是厉害点的，立刻给你咔嚓给你关掉。你怎么能把所有的人教这么聪明呢？是不是？这世界上有你们这几个聪明人就够了，你把所有人都教这么聪明，什么意思？对不对？这不允许，实在是不允许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一年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如果在这3个时间大家没有看到我，一定是因为这个账号出问题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错过我的直播间了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在粉丝群里。对的呀，直播都是我自己本人播呀，难道我还能 AI 播吗？咱还没掌握这个技术啊！来下一个，对，开播17分钟就已经干关了一个直播间。我觉得你要把这个跟他讲的，然后 Hello， 你好。你好，说话。Hello， 是你，对的，学学你好。你好，你说。是这样子，我现在情况就是，等一下，我录个屏。我现在情况就是已婚，然后最近刚退了酒店的婚庆，不知道是否要扯快乐证。就是领了证，但是还没办酒，是吧？对。OK， 好，接着说。然后我是31岁，男方34岁，然后他年收入是30万，在自己家的公司工作。公司是拟上市公司。这几年上市审核比较严格，就一直没有上，但财务数据比较良好。公司是传统行业。但是公婆控制欲强，把米都管着，完全不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公司股某份。我们俩就是用2个人的基本工资过日子。在结婚之前的话，我公婆是给了200万的彩礼，然后我父母给了100万的嫁妆。然后我们婚后就是用基本工资和这个彩礼嫁妆一起过日子。然后我婆婆希望我是相夫教子的类型，他们在事业上完全不会助力我。但是我呢是自己是个人希望搞事业的。然后前几年呢，我一直在行业的头部公司工作。然后今年是出来想单干了。然后另外他在工作上有很多出差应酬，甚至要去YC， 我就非常受不了。因为没有经济的补偿。他虽然把他有的东西全给我了，
但是不会问他父母要额外的米。然后呢，他也为了我就不去 YC， 但是就是商务局经常会诱惑他去。他就算不去，我也很痛苦内耗。然后男方除了家里公司比较大以外，其他经济价值、情绪价值、陪伴价值基本给不到我。因为一直在外出差嘛，然后各个国家出差这样。跟他在一起的话，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我必须要在家听话懂事，然后每年呢以我们的基本工资生活，很难拿到更多的米。然后偶尔是看我公婆的心情吧，可能过年的时候给个5万，然后生日的时候给个几万这样子。其实给的特别少。然后除非就是熬个几十年，等他爸妈把这个公司的大权交给他，就是他自己手里能拿到的确实是可以给到我的，但是因为他爸妈掌控欲比较强嘛。然后如果我跟他分开的话，我自己单独搞事业的话，就是因为我目前也有其他非常有实力和话语权的男嘉宾，愿意全力帮我搞事业，应该过不了多久，我的收入就会实现质的飞跃。就是会比较辛苦，我又有点害怕未来到底能不能真的搞好自己的事业。然后呢，他们家对于我来说的光环的话，其实也还好，因为比如说其他的朋友就是知道，我老公，他是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其实工作上遇到的可能更加不会帮助我。一个是可能女生会嫉妒一些吧，然后男生也会觉得，那反正你有这么好的老公了，那他们也不需要来帮助我。然后呢，老板也可能会觉得，就是我迟早都要回归家庭的，害怕我不能在事业上就是继续持续精进。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就是如果不扯快乐证，但是呢现在婚庆酒店已经退了，然后我老公也非常的心灰意冷，公婆也很生气。我不确定要不要挽回，怎么挽回。然后但是我老公他其实是一个摇摆的状态，就是一边很生气，然后但是呢一边他其实希望未来他有想谈未来能怎么好好的走下去。然后呢如果要扯这个快乐证的话，我又怎么去掌握更多的资源搞米？首先第一件事啊，我觉得你有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就是其实你的这个婚姻与你的事业而言，它并不会阻拦你的事业。你现在的这个婚结的，说实话啊，你要是想搞你老公这边的资源呢，你可以好好的搞。如果说你觉得他们的资源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呢，你就只当他们不存在。因为他们没有给你相应的物质支撑，没有给你相应的资源支撑，也就是说他在你这里并没有开任何的 VIP 权益，跟你自己没有结这个婚的时候出去没有任何差别。你完完全全不应该把你自己在事业上不出成果这件事情归纳到你这个婚姻身上，这两件事情压根它就不发生关系。所以如果你的事业没有出结果，是因为你在事业这个事情上的能力不够，不是因为你老公或者你老公这一家拖了你的手脚。你完全可以不 care 他们他们爱干嘛干嘛，无所谓的呀。他又没有给你什么多余的支撑，为什么你需要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呢？完全不需要。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认为我不需要这个婚姻或者干嘛，我的事业能做得更好，你就当你没有就行了。你说当你没有，那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出来嘛。是这样子，他们是不希望我应酬。不重要，听我讲，他们希不希望你怎么样，需要拿出相应的筹码制衡你，明白吗？他们不能光嘴巴希望，嘴巴不希望，然后你就行动服从，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他的希望，他要让你做，必须是他要拿出相应的筹码，他不拿相应的筹码，他希望他的你做你的。
他们目前就是必须要我接受这样子的情况，然后但是我没有必须的，小姐啊，你还没有明白啊？必须接受，什么叫必须接受？你证都领完了，懂吗？所有的该做的事做完了，现在没有你那什么必须接受，我就是不接受，结束。有什么必须接受的？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没什么好，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交流的呀。你就跟你老公过日子嘛，他把收入上交给你嘛，反正公婆的意见你不用管嘛，你该干嘛干嘛嘛，这就是你可以过的生活呀。那我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只能接受他们家现在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就搞我自己的事业，就不管他们，是吧？我跟你说了两个路径。我现在跟你讲的是，首先你的念没摆对，就是你认为你的事业的拿不了大结果是因为你的这个婚姻，但是本质上来讲这两件事根本就不搭嘎，懂吗？我首先是告诉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就是你的事业就是你的能力做支撑的，你的这个婚姻能不能助力于你那是后话，能助力于你吗？当然更好。就算是不助力于你，如果它不助力于你，你完全可以当它不存在，当它是空气。你完全就是可以把你自己的能力该怎么发挥怎么发挥。你在外面说你结婚了也好，不结婚也好，无所谓的呀，谁会管你这些啊？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想怎么表现怎么表现，你想应酬应酬，想干嘛干嘛，他们管不了你，因为他不给钱，懂吗？好，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你想走另一个路径，就是说我希望在我这个公婆这里拿到相应的优势，干嘛呢？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一个长期规划。反正你老公还是比较能够听你的，还是比较能够让你给拿住的。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你需要长期规划呀。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吗？他们家有没有什么上下游的东西可以做的，对不对？你把他们家，你跟你老公一块儿，他们家有没有实权的管理者、管理层不属于他们这个家族的底下的人，有职业经理人角色的、销售老总角色的、管这种什么供应商角色的，很多人呐，他在这个中间他会有很大的话语权，能够有很多的，就是说资金往来的这种权利的签字权的这样的人，那你们就去跟别人搞啊，对不对？那他这好歹抱着一个太子爷的身份，他这个太子爷的身份，如果主动去跟别人聊，对不对？我想做一个什么公司，去接我们自己家公司上下游的生意，我跟你们一起合作啊。然后你不要跟我爸妈讲啊，你就当做是外面随便的哪一个找的一个合作方就好了呀，走正规流程啊，对不对？让你们这一方隐身下来呀。我有想这个渠道，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也开了一个小的公司，然后去做这方面的生意。然后呢，一个是我老公他自己的沟通能力不是特别好，然后他有心无力，一个是这方面，第二是我公婆知道了我做这个事儿了以后，就明确的跟他表示他是不希望我去搞这个事业。我还是还原到我跟你讲的第一句话，你的能力有不够，我告诉你，能力不够，你就今天把我跟你说的能力不够4个字啊，你好好想一想，你不要在自己有任何的就是东西使不上劲的时候，你就试图把这个事转嫁，把压力转嫁啊，是我老公啊，他这个沟通不行。我告诉你，你要想的是我怎么能把这个事玩转，而不是想着他只是一个棋子，他是个傀儡。这个事儿还是我们自己去搞定了的。好吧，我给你的建议给完了啊，我给你建议，你不要就是说我觉得扯快了证，这有点愚蠢，就是有点愚蠢，完全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因为对于你来说，这个婚姻其实没有给你造成任何的损失。如果你想要自己独立的去做任何事情，它不给你带来任何损失。那现在目前就是婚庆这些退了，可以不办的，无所谓啊，不办的可以不办的，暂时不办。不办不是更好吗？让大家都不知道。我之前的想法是就是要办这个婚礼，然后可以让这样啊，我们时间到了，你有更多问题的话，我建议你去 V1啊，好不好？因为你的这个问题如果复杂了，我们就在这解决不了了啊。你们反正我跟你们讲啊，你们的就是我跟你讲，我曾经就被一个，我跟你们讲过了，被一个千亿老总评价我没能力，我那个时候极为不服，我那个时候真的极为不服，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很有能力，但是我唯一一次被评价我没能力，就是一个千亿老总
一个千亿的一个一把手，他当时就是直接就是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就是没能力。我那个时候真的很不服啊，但是我后来去美国读了书，我读完书以后，我学习了之后，我又反复的去复盘这件事儿，我再回头来想，我发现我确实那个时候就是能力不足。我不是没能力，但是呢，我没有把我自己的能力呀发挥到极致，挖掘到极致。我总觉得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推动呢？这个事儿我都做到这样，你为什么不开口呢？你为什么不这样呢？你为什么不那样呢？其实这些统统的都是个人能力不够。我们所有的时候一定要想着别人能够给我带来的支撑和价值是很有限的，我必须是自己能把这个事儿盘转，而不是永远想着这个人怎么使不上劲儿啊，那个人怎么使不上劲儿啊，对吧？他为什么不让我搞这个呀？他为什么不让我搞那个呀？这个全部都是叫做能力不足。为什么呢？因为能力啊，它是跟你的野心相呼应的，懂吗？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野心，你只想搞一个很小的事儿，是不是？那可能你的能力就够了。但是你的野心在哪个地方？如果你的野心特别的不高，你说我的野心，我要到哪个小国家去，我要当我要当总统。你如果野心放那，你说你要具备的能力得有多少？对不对？这就是普通人想象不到的呀。所以就像这个姑娘你说的一样，现在这个男孩子他本来在他们家就没实权，他没有话语权，但是你又想做他们家的这个事儿，你想介入他们家这个准上市公司的业务，那么这个里边需要的环节就会变得很多，可能你就需要有100种能力才能把这个事儿盘得转，对不对？如果你只是做一个企业里边啊，我做一个企业里边的一个小中层，可能你只需要30种能力。我在一个企业里面做高层，可能我需要80种能力。我现在想要凌空，对吧？凌空就嫁接到他们家的这个准上市公司的业务里边，可能我就需要100种能力。就是这样的。你老公他能够起到的仅仅就只是一个最浅显的一个背书作用。说白了就是我想见你们公司哪个人，他能给我弄出来，结束，他的功能就到此为止了。你指望什么？你指望他能帮你去谈，他能帮你去聊，他能帮你去拉拢？不可能的。他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儿，对吧？我要见你们公司的谁谁谁，这个你老公能把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就结束了，他只能到这儿了。可是如果没有你老公，你连这个人都弄不出来，对不对？他就是起到一个极小的一个支点作用，然后后面所有的事都你自己来处理，对吧？你的公司就不能有你的名字，你的公司怎么能有你的名字呢？有你的名字，或者是有你老公的名字，你这不就是个名盘子吗？对不对？你的公司就不能有你的名字，你的公司都得是别人的名字，还要做进他们公司的业务，对吧？还要跟他们这里边的相关的，就是最核心的这些人呐，有拍板权的，有签字权的这些人呐，还要有利益绑定，这些人的名字也不能出现，对不对？他的名字也不能出现，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只有我们的利益挂钩是真的，我才能把这个业务做明白，要不然呢？对吧？你指望着什么？你老公去帮你把这个业务谈下来，那他就不是他了，那他早800年他爸妈就能跟他给事儿了，就能让他掌权了，懂吗？他就是没这个业务啊，没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这才是你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啊，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害怕我们直播间关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我跟你们讲，这个世界上想做成一件事没有容易的，知道吗？你要是没有很长时间的这个规划谋划，它是做不成的，没有容易的事儿。就好像他说啊，现在我旁边还有别的男的给我资源，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怎么着呢？你把你这个老公扔了，你去跟别的男的就不用动脑子了，动不动脑子？你但凡想搞点有规模的事儿，你不用动脑子。如果说你不用什么搞有规模的事，你1年就想搞个小指食，
那你跟你老公扯这个快乐证，你去投靠别的山头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没有意义啊，对不对？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说。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那个曲曲你好，我是看了几个月曲曲的直播，对我非常有启发。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的基本盘是20岁，在4线城市的一本就读，普通家庭，颜值6.5分。目前有2位男嘉宾，第一位是维内皇帝男，比我大17岁，现在认识了1个多月，转账加上各种礼物付出了7到8个。男嘉宾的资产水平大概是缴税后年入1000万的水平，他的付出都很主动，隔几天就会主动问我钱够不够，并会主动给我打钱。说米，不要违规啊！什么？不要违规。不好意思。2号男嘉宾是某上某市公司的老板，他们家是家族企业，年入几个小目标，未婚，认识2个月，但对我付出不多。转账的话只有几个，礼物的话转账加上礼物只有几个，后续并没有付出。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我的现状而言，这2个男人应该如何去抉择，还是都处着？因为一号男嘉宾对我的管制比较严，平时我出门跟小姐妹吃饭也会给我打电话打视频去查岗。好，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你的目标是什么？我是想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前可以拿到一笔比较大的数字。比如多少？比如我现在想要的是100个 W。100不多呀，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提呢？因为他们如果我问1号去要，1号会问我要100个 W 去干什么。如果我去问2号去要，他们就是我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去问他们要。那你找个理由不就完了吗？我现在还没有想到比较合适的理由，因为我本来是想问他们要礼物的，然后我问1号去要礼物，就是我去要那种比较贵的珠宝，他就会说我一个大学生不适合这些东西。你可以留学，你可以给家里换房子，你能干的事儿多了，你非要买珠宝。你凭啥买珠宝呢？你得找点跟自己的年龄跟身份切合的东西啊。我跟二号提过，就是想买房子的事情，然后2号给我的答复是房子是会贬值的，他认为买这个东西没有必要。然后我也有跟他们提过，就是让他们投钱给我开店，就是这个建议他们2个是都同意的。然后我就是有在想，如果我用这个方式会比较合适吗？如果这个方式合适的话，我开哪种店会比较合适呢？开哪种店？那你就哎呀，我跟你说，这种东西你得上网每天搜一搜，每天找一找，知道吧？看看人家现在都在干什么，自己脑子里得讲个故事出来，明白吗？你这2号给你付出了吗？我刚刚没听到。2号付出了大概就几个吧，有主动送包包，然后转账也有几个，不是很多。因为他跟我见面的时间特别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那这个2号他不影响你什么呀？影响了，因为如果我跟2号出去吃饭的话，我只要1号是随时会跟我打电话查岗，只要他知道我出门了，就是管我管得特别严。是这样子的，跟我谈视频。姑娘，是这样子的啊，是你自己的节奏发生了问题，知道吗？就是你没有跟他们到达那么浓的那一步，你就不应该表现出当他们要管你或者要约束你的时候，你展现出那种慌张。好像我就得被你管着，你就不应该进入到这个节奏里头，就完全没有必要。打电话是可以不接的，发消息是可以晚几个小时再回的，因为你们的关系并没有到那个份上，
你现在就是你如果提早的把你这个状态展现成这样的话，你就把节奏搞坏了。那现在乱掉了，我应该怎么办？我慢下来呀。那你就是慢下来呀，对不对？你吃饭怎么了？我就不能晚自习吗？你现在不是还没毕业吗？对啊，就是我不能上课吗？要用留学这个理由去问他们要米的，但是就是因为我现在才大2，就是如果要出国的话，可能还会要几年时间。那不是这样子的，那人家还有很多2+2的项目呢，很多2+2的项目呀。就是，然后好的，我知道了。那第一个问题的话，我是会把他们俩的节奏放慢，就是我不会先做选择，2个人都先处着。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因为我现在还在读大学，就是我是想再靠他们去做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事业，就是想你给一些建议。我觉得你还没有学习过金贵的关系，是吗？我有看过，但是可能看的不是很仔细。你看了个啥？你看了个切片。你脑子里一点大的理论框架都没有啊！我们让任何一个人要支持我们做事业，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大概能把这个事业做成。我不能说我去做一个亏盘子的东西，那我要这个米毫无意义，懂吗？所以任何的事业，如果我要能做，必须是我自己能把0到1跑通，我才有理由说让别人给我投一个事业。否则的话，这个东西都是亏的。那我搞这个事儿，反而会让别人对我的评价变得很消极。那我应该就是平时多出门，就是多找一下想法，因为我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方向的想法，我也知道我做什么都是亏的。你现在才大2，你要做的就应该是好好学习，懂吗？你没有到那个什么创不创业的那个时候。说实话，人家这俩男的现在之所以说愿意支持你创业，就是因为笃定了你拿不出一个好的创业方案。对，所以他根本就知道这个米他不会往外掏，他们才答应你的，懂吗？好，我建议你第一下去好好学习，第二，如果你觉得有价值的话，你可以去找我们老师1v1啊。好，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我有跟2号走对碰的必要吗？就是我有往这个方向努力的必要吗？因为2号他是未婚状态。他什么身家水平啊？他的公司年入大概几个小目标？什么玩意儿？你哪知道的呀？有那个企业是查得到的。那你就别想了，你就没戏啊！年入几个小目标？哎呦我的妈呀！哎，我的妈呀！那你别想了啊，你没戏啊，好吧？咱们直接就放弃。好的，谢谢曲曲。好的，哎呦我的妈呀！现在呀，这些男的给你们画饼都不用动脑子，知道吧？是不是？你们段位低到啊，这个人给你画饼完全不用动脑子的地步。所以呢，我是真的建议你们把金贵给我背下来，真的，逐字背下来，从头到尾24节背下来。什么时候你能把它背下来了，你的智慧就超越了你的身躯，好不好？你这个智慧就不错了，行不行？起码这男的在忽悠你的时候，他多少他得动点脑子，他知道他不能一点脑子不带动的，好不好？还能什么1年几个亿？哎，1年几个亿，我的天哪，还跟你结婚呢，他跟你结黄婚，真的是1年几个亿，他要不给你付出个上千个 W， 我觉得他都不会想跟你结婚的啊，好不好？那几个 W 完全就跟结婚这个事儿他不搭嘎啊，完全不搭嘎，行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不是说看不看上的问题，而是说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个没必要。你们说，你们告诉我，如果要不然就是这个男的是骗他，对不对？这种概率达到99%，说1年几个亿啊，这种概率就是骗他的概率是达到99%。如果这个男的，我们退一万步说没骗他，
这男的就是1年几个亿，请问他有什么必要跟你结婚？有没有这个必要啊？如果说他能够每个月花个小几个 W， 然后就能把这个人 hold 住的情况下，他干嘛要跟你结婚呢？他脑子抽抽了，他犯病，对不对？来下一个来。下一个，我们连麦全部是预约制，基本上就是你们今天预约的话，下一场才能连上啊。Hello， 你好，你好，喂，哎，你好，你说，能听到吗？曲可以，你说。好的，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的事情比较极端，属于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男嘉宾跟我在一起快9年，比我大14岁，然后跟曲曲是校友，年薪100万。哪个校友啊？我也是本地不错的一个我每个学校都挺牛的，哪个学校的校友？武汉大学。好，说，然后我自己是本地不错的一个1本毕业，然后自己做自媒体有几十万粉，不过都是男粉，没有怎么变现，没有怎么收入。然后自己名下有2套房，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年轻，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就自己属于心高气傲，因为年龄差就总觉得他经济条件要好一点才行。但是因为疫情各种原因，这几年他的经济情况也不太好，一直亏损。后面几年2个人状态都不太好。可是我现在到30岁进围城的诉求越来越大，然后好了这么多年又放不下，又觉得跟他进围城特别渺茫。就在又一次吵架后就实在很痛苦，当时就想很快抽离出来，就跟另一个人在一起了。这是我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结果不到3个月就跟这个人结束了。我当时想的是，不管跟这个人怎么样，这个决定做了，那就跟他彻底不会有以后了。我就是抱着这个念头的。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一直在找我，就说离不开我。在一次吵架断粮后又找我，我就告诉他我彻底分手了。结果阴差阳错，他告诉我说，他以为我跟这个人要进围城过幸福的生活，他太痛苦了，心死了，就跟家里介绍的女的领证了。我当时就说那就算了，可是就在这段时间他就变得特别努力，然后把以前所有我不喜欢的毛病也全都改了，也很积极向上，事业也有了起色。我说既然已经领证了，那就不要再找我了，就分开吧。他说他是冲动，根本不喜欢，然后又说我会后悔，总之就让我觉得我们还有可能。我就开始觉得是不是自己真的错了，我就努力的挽回弥补。我们就是10点半频率也非常非常高，就分不开，跟这个也有关系。他这方面就是算是顶配吧，可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非常大的打击。好的时候就很开心，只要一想起来就没办法控制情绪，说无法原谅我的背叛。我努力了3个多月，姿态非常低，他还是无法释怀。结果我又发现我有了，我就很想要这个宝宝，他就说生下来无论如何就都会养我跟宝宝。然后我的条件是必须离，但是他说现在离不了，没法跟。你不要违规啊！我马上给你挂了啊！后来就没有要，后来也是他一直照顾我，也会给我转米。现在就是自己很痛苦，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我想放下的时候，他好像又抓着我，但是我挽回他又不愿意。他之前说没有那么快原谅，可是现在又说我们不可能了。我跟他说了很多次，如果真的不可能，就不要再继续让我有多余的幻想。但是他行为又来照顾我，给我做饭，然后工作中很多事情也会跟我分享。我能肯定的是，我们彼此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不知道他对那个女的到底怎么想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该有什么样的心态。你都30了，你耽不耽误时间？你费不费劲呢？你啊，你说什么心态？都要的心态啊？什么心态？都要，就是这心态。这不是个明账，看不懂吗？2个都要，你怎么着吧？接不接受？啊？
我就觉得后悔也没有办法了。啥叫后悔没办法？他给你捆着了，什么东西后悔没办法？往哪儿后悔没办法？就是后悔当初自己冲动做的错误的决定，但是已经啥叫错误的决定啊？没有办法。什么是错误的决定？哪个决定是错误决定？到底我都没搞懂，到底哪个决定是错误决定？你觉得？就是跟他分开，跟别人在一起。这怎么叫错误决定呢？我一点都不觉得错啊，哪错了？因为我之前觉得我们两个就看不到以后。对呀，所以呀，分开是对的呀，哪里错了呢？你们现在依然没有以后啊？你们现在有以后啦？啊，领证啦？就通过是领证啦，还是他给你一大笔米了，让你觉得你们其实是有以后的呀？哪个点位让你觉得呀？就是他各种反应特别。结论发生更改了吗？请问事实结论发生更改了吗？没有。那不就结了吗？你的判断那个时候判断没错呀，分开了是对的呀，你回头才是错的呀。你做过一次正确决策呀，你不是没做过正确决策呀，那怎么是错误决策呢？哪个点错了？当时没结，现在也没结，还跟别人结了，有毛病吗？因为后来跟别人很多人接触，就发现都没有很好，也不合适。就代表你跟他有结果吗？因为你跟别人没结果，就代表你跟他有结果吗？这两件事等于吗？可以画等号吗？就是好像觉得他更适合我，他以前是他有没有跟你结婚？人家有没有扯快乐证跟你好？你觉得？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扯。什么叫会不会呀？什么叫会不会？现在看不到事实吗？看不到事实结论吗？你球都带了，人家都没扯，你指望什么呢？你指望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他给你扯啊？因为他说现在他还没有从那个事情中走出来。什么时候走出来呢？什么时候能走出来？等你40，什么时候走？他就说，他就觉得我这个事情是对他的背叛。那是背叛的，没毛病，说的对。那背叛已经发生，怎么着？我告诉你了，他要的就是两个都要，他要的就是也要你也要他，你接不接受？你能接受你就接着过，也没人拦着你，好不好？哎，不是，是这样的啊，你首先你要明白一个点啊，人家跟你拜拜了，迅速跟别人结婚了，你知道，首先这个逻辑就是说，当他遇到那个人的时候，起码他有一个冲动，叫结婚的冲动，对吧？他一个人他要，嘘，我们看事实说问题好不好？你老拿这个男的跟你说的那1、2、3、4、5的鬼扯来跟我讲，那就没意思了吧？如果说我们不能基于事实得结论的话，今天我们这个通话没有意义，好不好？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不是跟你一掰，马上跟别人结婚？这个是不是事实？那么人家是不是能够，起码能够让他觉得这个人可以快速结婚？这个没毛病吧？好不好？你别管人家是个什么人，人家是个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能够带来婚姻的冲动，你不可以。以前是他小，我不愿意。然后呢？所以你觉得是不是你不可替代？你不可替代，那他为什么还要跟别人结？他说他是一时冲动。那他为什么不能现在冲动的再扯快乐证呢？既然冲动一回，为什么不能冲动第二次呢？他没办法跟所有家里人交代。是啊，他所有说的东西我倒觉得是这样啊，咱们就是按他说的理解好不好？现在冲动不了，也没法跟家里人交代，但是呢也爱你，如果你愿意做这个第3个位置的角色，我也很感恩，好不好？行不行？你要什么结论？你要什么答案？我就是很迷茫，所以才来不是我告诉你了呀，他的结论就是两个都要，你接不接受？你迷茫什么？我告诉你了呀，他要两个都要，你能不能接受？你接不接受？我不接受。你不接受，好，那你的结论就出来了嘛。我已经把他所有的东西，这就是事实层面的东西，是不是两个都要？对吧？那个反正不扯快乐证，这个我得用情感把你 hold 着嘛，对不对？是两个都要的举动吧？他没有哪一个点说是要放弃那个选你吧？他没有哪个点说要放弃那个选你啊？
他没有跟那个有那方面的关系。你咋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你在他们家按摄像头了？又是他说的呗。如果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对话，你就信他说的那一套就完了，对不对？我呢，只根据事实跟你得结论，我不根据这个人跟你说的话得结论，知道吧？我觉得你不要再像个神经病一样的，几十万粉丝的人挣不到钱，hold 这种稀巴烂的关系。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几十万的粉丝挣不到米，这个才是你该思考的。为什么你几十万的男粉你找不着一个合适的对象，这是你该思考的。因为我觉得网络上的人就是可能就是通过直播或者怎么样认识的男嘉宾的话，都不能作为一个很好的婚恋对象。为什么呢？这又是哪里得的结论呢？因为他们看直播，就是像我这种类型，应该属于就是演。你跟他们见过了，你跟他们谈过了，你跟他们谈过恋爱了？没有。好，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啊，好不好？好，来，好，谢谢。你们的结论要不来源于对方那张嘴，要不来源于我的想象，对吧？我说的没错吧？你看我们10分钟的对话，他不停的用什么点在驳斥我，不停的用这个男的说的话来驳斥我，要不然用什么来驳斥我，要不然就用你的想象来驳斥我。我们所有的结论是根据什么做结论？是根据事实做结论。发生了什么？对不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能不能看事实？这个男的家里的现在不断跟你还在延续，这个是不是事实？这个是事实，对吧？你有球，人家也没扯快乐咒，这个是不是事实？这个是事实。最后你都把球解决了，这个是不是事实？是事实，这些都是事实，对吧？我们不根据事实看结果，我们不根据事实得结论，我们根据这个男的说的话得结论，或者我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得结论。所以为什么你得出来的结论永远就像稀巴烂的结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对吧？你的思考全部是无效思考，那上帝从头笑到尾，对不对？不要做无效思考。什么时候能学会做无效思考啊？30了，好不好？30了。什么是有效思考？这个男的如果跟你说，我会扯快乐针，我会跟你在一起，我怎么让你相信我？我夸给你打300个，对吧？我300个打给你，我告诉你，我半年之内必扯，半年之内不扯，这300个送给你了，对吧？诚意金拿走。这我信他一下的，是不是？我是不是要信他一下？不是别的，主要是我半年赚不着300个嘛。你这半年赚不到300个嘛，那你信他一下嘛，对不对？他相当于是拿成本购买你的信任、时间、空间，对不对？他什么都不用付出啊！我就说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我要扯的啊！我现在之所以不扯呢，一个是因为我还没有走出过去的伤痛，一个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对我家里人啊交代。都是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什么东西就是事实。这个世界上的这牛也太好吹了，是不是？你们要是这么思考问题，你就永远都是个恋爱脑，到了50岁还要挖野菜，对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30岁的女孩子这个没关系，但是你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你有几十万的粉丝，这个是光环呐。你跟我说我不相信网上的男人，是的，网上的男人你也许可以不相信他的嘴，但是你不能不相信他刷出来的礼物，对吧？你好歹整一头，对不对？你一头都不投，啥都没抓住。你几十万的粉丝直播，那这样的人太多了，多了，你让他消费呀，多了，对吧？消费见真章啊，你让他消费呀。他在你这儿刷到一定程度，你自然知道这个人的真心，对吧？浪费自己的光环，浪费自己的才华
去扒个歪脖子树，见不得你们这号的，完全就是丢人，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啊。来下一个。喂 Hello， 哎，你说是我吗？是的，你说。你好，我关注你有几个月了，很喜欢你，听你的直播也学习了很多，但是觉得自己还是浪费了很多时间。我是来咨询正常婚恋的，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基本盘。我38岁，但看上去像30左右，长相7、8分，三线城市，普通的本科，然后家庭很普通，父亲过世了，然后扯过快乐证，没有求，年收入10个 W，在那种事业单位，存款60个 W，然后1号男嘉宾呢，他33岁，海归，在新一线城市，大学老师，有自己的律师所，然后年收入200个左右，然后对方的父亲是一个小苹果，然后我们是对碰认识的，不过还没有见面，我隐瞒了对方我实际的年纪和扯快乐证的事情，现在我们2个人聊的都很好，很上头，就是按曲曲说的，我的情绪价值给的很好，那么下周可能他就想来见我，然后很想确定关系，然后我想问问曲曲，我们这段关系可不可以继续？因为不在一个城市嘛，我该怎么去引导他付出？然后什么时机开口说实际年龄和扯快乐证的事情？然后对方家庭还是很注重门当户对这一块。你是想以结婚为前提去恋爱，还是说你就是觉得我想找恋爱对象？想进围城，因为我觉得他还不错。不是他还不错，是你跟他没关系，跟他没关系。在你现阶段的生命阶段，你现在就是还是想再找一个快速进围城，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建议不要搞外，不要搞快速进围城。你听我说啊，为什么呢？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只是为了谈个恋爱啊，咱们就是提个段位干嘛的，就是地理位置吧，它就不是个事儿。但是如果你是想以围城为目的的去恋爱，那你就不应该去把这个事情搞这么复杂。异地是非常非常非常难推围城关系的，别管你还是什么有围城史啊什么的，你真实年龄还骗了呀，这个那个的，你想想看，你多么多的环节是有问题的，还要再加上一个异地，你最后这个结果它太过于渺茫了，那你这个头开的就不好。你如果说你能够说我无所谓进不进围城，反正我进过，我现在就是说主打就是谈个恋爱，无所谓结果怎么样。那你要玩可以玩，对吧？玩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往长则的方向玩是没问题，但是你的预期不能不放对。主要是我有38岁了嘛，然后也没有娃，所以呢，还是就是想。这个生育年龄到了吗？想结婚就换人，这是我给你的建议，绝对不要耽误时间，你千万不要耽误时间。我告诉你，一个什么年入200的律师，走到哪里都是精英男，走到哪里都是不缺女的，不缺圈子，不缺人追捧的。我告诉你，走到哪儿都不缺这种人设。这样的一个人，你还搞一异地啊，还隐瞒一年龄，还隐瞒一婚史，你说你这个难度系数拉到哪里去了？你说你到时候一晃2年40了，还赌？那还有必要见不？对，
不是有没有必要见我，是告诉你啊，你的预期要对。如果你要结婚，不能跟这种人耽误时间，知道吗？你说你要见面，要交朋友，要谈恋爱，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让这样的一个人占用了你的时间空间，导致你没有办法迅速的去找能进围城的关系。明白。如果你说我见了这个人，我心里就挂住了，我也没法，我也不想跟别人见了，我就想跟他那个，那我就建议你那就别见了，好不好？这个东西也是跟自己的段位有关系的。那还有一个男嘉宾也是对碰认识的，是同城的，然后他比我小4岁吧，然后做电商的，年收入60，然后他明确了自己喜欢大的，不介意我的所有，然后第2天就见了面，然后非常认可我，想立马确定关系，然后说不喜欢做无用社交，然后也是就是说不喜欢拉扯，就是认定了就想确认，然后我就不知道，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底色。你们在软件上认识的？对，然后长得也帅。那他就是想跟你那个啥一下，没别的，就这个意思。他就是想跟你那个啥一下。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话就等于这个意思。但是他是以那个进围城啊。他不得先呼着你吗？对不对？我们金罐里都有这样的案例啊。这些他说的这些话都不重要，我们只看行为。行为就是在软件上认识的，然后就马上立刻约出来见面了，见面了以后就跟你说，哎，我不拉扯的，我就是迅速确定关系的，我就是结婚的这个那个的，他只是为了迅速扑倒，仅此而已。迅速扑倒，迅速撤退，迅速下一位，这个就是他们的一概的流程。而且往往像这样的啊，他90%以上目前有稳定对象。那我呢告诉你很简单，你完全以后在软件上认识任何人都不用理对方的节奏，永远都只按自己的节奏来，无论他说什么，你内心当中都是自己的节奏就是这样。就是你跟他说，你说那我们俩可能不合适，你说你再看看呗，你说我还是喜欢先了解彼此，然后了解对方的性格呀，方方面面呢是不是自己喜欢的，然后再往下阶段处。如果说你太急了的话，那可能咱们俩属于性格不合适，就这么回。我说过，然后他就是说，他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就是要相处啊，然后相处了以后磨合，相互包容。对呀，你说那我们就从约会开始啊。然后就没有了，他就是那种他没达到他的诉求，然后他就我告诉你了嘛，快速扑倒，快速撤退。这就是他的目的，因为他是有长期稳定的。像这个类型动作，基本上都是因为他有长期稳定的，这个可能性不说95%以上，他是有长期稳定的，知道吧？他没有时间跟一个人磨磨唧唧的搞，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多空间，他就是出来玩，懂了吗？快速玩，快速搞定，快速下一位。那还有一个男嘉宾，他是我们这个3线城市底下一个县里面的一个中学老师，然后比我小9岁，他也不介意年龄，喜欢年纪大的，但是就感觉我跟他交流，跟前面2个男嘉宾感觉还是格局太小了吧，眼界太小了，就感觉聊不到一起。但是他也是愿意进围城的。你这都是愿意进围城是从哪儿知道的？都是在软件上聊天知道的是吧？我建议你去1v1，真的，我跟你们讲，你们这个逻辑啊都不对，知道吗？在软件上跟所有的人，他大概率啊都会抱着说啊，我是要结婚的，我是要这个那个的，不是说他这个话一定是假的，但是这个话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在你们2个人没有深度了解对方之前，这个话他就可以随便说，因为他确实觉得我是找人结婚，我是单身啊，但是我不一定要找你结婚的，对不对？我不见个100个、200个、300个的，我哪知道我要找谁结婚呢？他这个没有参考价值，真正的参考价值是来源于就是2个人
聊天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上头，他会不会上头，然后他能不能真的说，哎，在生活当中请你吃饭呢，约你出去玩啊，三番屡次的去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付出物质，希望把这段关系往后延，这个才是真实的东西，其他的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一上来跟你说我是要结婚的，一上来跟你说我接受你年龄，接受你婚史，接受你这个，接受你那都是扯淡。就是第一个男嘉宾他说过，就是聊到后面的时候，他说你们那边彩礼多少啊？然后后来我的妈呀，我跟你聊太费劲了，姑娘啊，你是不是你的前任老公是你的初恋吗？啊，没谈过恋爱是吧？没在外面见过网友，没被网友骗过，也没有被网友 PY 完了以后就消失过。没有，我就是因为第一段围城断了以后，然后才那个上的这个软件。我跟你说，你去1v1吧，不说别的啊，1v1起码来讲的话，我们能帮你筛选出愿意付出的男生。好不好？你这个段位太差了，你把个个都当天使啊，你把个个都当天神下凡，这不行啊。好吧，好吧，拜拜。软件上是我跟你们讲是这样的啊，软件上是鱼龙混杂，单身的多不多呢？多，单身的多是吧？围内的也多，单身的多，但是不代表单身的就跟你会发生什么长则关系。软件上面的单身里头有80%都是出来玩的，他的发心在这儿，明白了吗？就他虽然是单身啊，他可能没结婚，当然这个单身是广义的单身啊，就是说没结婚的都单身，只要是没领证的都叫单身。但是呢，这个单身有可能是有长期稳定的对象的，或者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短则对象的，或者是 PY 一大堆的都算，统统都算单身。这个10个里头呢，8个都是出来玩的，只有极少数的那种，就是他是因为平常认识不到女生，因为他们的生活圈子太窄了，所以说呢，他上软件来是为了说啊，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情感经验，然后呢上来想找女孩子的，说有认真的这个打算，一开始的发心放在认真的打算上的有，但是10个里面的最多只有2个，我告诉你们。所以说啊，玩软件呢，它是一个很需要功夫的事情，就是它是需要你对这个事儿的预期首先要放对，而且你非常会聊天，你也很懂筛选，还很会带节奏，知道吗？你才有可能啊，把这个里面第一个呢是找到那个20%的人，第二个呢是在那个80%的出来玩的里头呢，能够让那些人重新对你正念，对吧？它是这样的，你们呢绝大部分时候，首先第一点，你们做不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20%首先会被你筛掉，就是那个真的出来找对象的那个20%啊，它首先会被你筛掉。为啥呢？因为在软件上面啊，那种真心实意的一开始发心放在找对象上面的这种男的，他为什么会上软件找对象？是因为他生活当中完全认识不到女的。这样的男生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压根儿不会跟女的聊天，他不会，明白吗？就是他在这一块的技能非常非常的薄弱，他就是因为生活当中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圈子，所以他才跑到软件上来的。他是觉得这个地方吧，他对他来说有机会，但是这种男生呢，他很木讷，然后他不太会聊天，不太会带节奏，就会导致在一开始可能你就因为他的形象啊，他的气质啊，或者因为他的聊天的情商的不够啊，直接就把他 pass 掉了。这是这一类20%直接就被你们打掉了。那个80%里头呢，能够被你们一眼相中的全是出来玩的渣，知道吗？都是海王，全都是那种啊老江湖老油条。这个里边呢，有一部分真正的单身的啊，就是说真正的单身，他也是抱着玩的心态出来的，但是呢，他有被你正念的可能。就是这个80%里边呢，大概有一半的人，他是有可能被你重新正念的。但是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考验你们的功底，明白吧？首先就是你不能快速的上节奏，你不能被他拉着节奏走，你要有你的节奏。
一个呢是你不能够被别人的光环所迷惑，因为这种人首先他上来就是秀羽毛、秀光环，对吧？羽毛光环一秀完，马上你就上头，一上头你就落套，你马上就被淘汰，就下一批、下一波。所以这种人你要怎么去帮他正念呢？你首先就是要向他展现你的光环，展现你的羽毛，一边展现光环，一边展现羽毛，一边让他聊天上头的同时，还要一边压节奏。它是4件事儿，知道吧？同时进行，然后让这个人呢，他在长期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重新构建他的发心，重新构建他的预期。你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真正的在你往后发展之后，他才想着说，哎呀，这个女生确确实实方方面面很好，我要不考虑考虑跟她谈恋爱，他才会这样。明白了吗？为什么我说这个里边只有一半的人是可以被重新构建发心的呢？因为还有一半的人他说是单身，但其实他有稳定长期的对象。这个里边有一半的人他绝对是有稳定长期的对象的，他出来完全是为了解决问题，完全是聊 S。 像这一部分人，你要再重新构建他的发心就太难了，非常的难，难度很大，知道吧？所以我们玩软件时间长了，你们就明白了，这个里边它很多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啊，我玩软件玩很多年，但是你们知道我玩软件一半以上的人最终都变成了我的朋友，有的甚至于变成了我的合作伙伴，变成了我的甲乙方，变成了我的客户。因为我首先就是让别人觉得这个人很有价值，不断的让他了解我，然后呢，我也觉得，哎，这个人方方面面是吧？是不是还可以？所以我从来不看别人的长相。你们知道吗？我在软件上面认识过很多非常厉害的人，后来都给我带来过很多的价值。但是这些人甚至于他们在软件上连照片都没有，我可以连照片都不看。我不看照片，我聊什么呢？我聊他的学历，然后我聊他的家庭的氛围，聊他自己做的事业，聊认知，我聊这些东西，然后我看看这个人有没有价值。我只要这个人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就会跟他见面。但我跟他见了面之后，很有可能我就直接把他导向价值链条了，我直接导向价值链条，然后这个人他会成为我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个环节，我还会通过这个人再去开辟他背后的资源，我是这样的。所以社交软件它对于我来说完全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社交功能，而并不一定把它锁定在一个谈恋爱的功能上面，明白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想要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来下一个。Hello， 你好。曲曲你好，能听到吗？可以，你说。好，我就先开始了啊。关注曲曲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我的社会阅历不太多，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今天是想来向曲曲咨询一下一段稀巴烂的关系吧。就我是编制内，月入差不多20个 W。男嘉宾的话，家里是有几个小目标，但是他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家里面给他的。在一起的3年了，然后日常开销都是他负责，在一起时没有跟他要过太贵重的物品。我们2个是父母介绍认识的，家里都是做生意，在当地比较出名。我和他外在条件都很好，所以见面后一见钟情在一起了。他很宠我，生活重心也以我为主，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父母和身边的人都很认可，也都知道我们在谈婚论嫁。后面分手是因为他家发生了几次的变故，我不懂得怎么和他很好的处理，任性也经常吵架，所以在分手后非常内耗，一直在自责自己。
虽然我之前有怀疑过，可是近期才确定，当时是有一个大他10岁的女人，利用他家的家庭变故，在非常敏感的点上编造和挑拨，所以分手时他对我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敌意，觉得是我不珍惜这段感情。男嘉宾之前非常不喜欢他，但是他们2个在我们分手半年后在一起了。那个女生用了很多低下的手段，包括伪造身份证、伪造学历、隐瞒快乐证、隐瞒有个10多岁的球，还有编造病历来博取同情，还挑拨男嘉宾身边所有的人来获取信任，留在他的身边。因为男嘉宾是一直想脱离家里自己出去做事的人，还说会给他介绍项目，我不知道是不是画饼，总之她是一个很会给情绪价值，帮他料理大小事的女人。现阶段是他家通过他们的方法知道了这个女生是骗子，有跟我道歉，然后画饼说和好以后怎么补偿我。2家说开以后，我又把掌握到骗子的官方资料给到他的家人，他家人却说会在合适的时候给他。我现在的困惑是，他家人依旧想要我们在一起，但是希望给时间让男嘉宾自己想通，不想去逼他，因为他家里在我们刚分手的时候去撮合过，没撮成功。我分析下来觉得这件事情再等下去的话只会不了了之，最后受到痛苦和伤害的只有我和我的家人，非常不甘心。他家很注重名声，所以朋友建议我带家人去闹一台，让他们尽快解决。但是我一直是比较乖的形象，并且从他的家庭和各方面分析之后，还是觉得在一起是利大于弊的。男嘉宾家庭变故和这个骗子的事情，让他在近几年想要找到门当户对的可能性比较小一点。我不想冲动的做出错误的选择，希望能听一下曲曲的建议。你咋非要扒着这个男的不可呢？为啥呀？因为其实身边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快要结婚的状态，然后就是双方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挺好的，如果没有这个女生的出现。不是，就可能这男的现在对别人上头上的不得了，他都对你没什么感情了，他早800年都下头了，现在你们还要扒着他呀？你就不缺啥？我听下来你条件很好啊。执念吧。可是你这个事情你干嘛呢？你这完全是很掉价哎。你也不缺什么，这男的现在已经被别人迷了眼了，你就让他好好搞呗，他搞他的呗，他自己最后搞得不行了，他自己不自然就灰溜溜的回来了吗？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强行的去介入这个事情呢？搞得自己很 low 啊。本来我们就是一直想说是给他自己想清楚嘛，不要去逼他。不是，问题在于他想的时候你要出去接触人呢，你要正常谈恋爱呀，你要该干嘛干嘛呀，你干嘛你在守他？你守着他干什么？不甘心吧。那有什么意义呢？啊，你守在这儿，他感动吗？他会感动吗？他会波动吗？他会动摇吗？肯定不会。对呀，你跟你自己家里人在干什么？过得应该挺开心的。对呀，人家在开心，你一个人在这守贞洁啊，神经不正常啊，属于是。你不缺什么？你现在如果是一个很差的女生，对吧？那我觉得你只能使一些下三滥的招，说白了。但是你不是你这样子搞的话，就搞得自己很不值钱。这男的到时候本来吧是那个女的骗了他，但是现在你们要是这么弄的话，他会把所有的愤怒转嫁到你们身上，他们会觉得是你们拆散了他们。干嘛？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下作呢？就是现在觉得好好的生活被这样一个女的破坏掉了。我现在等一下，小姐，首先你要明白一个巴掌可拍不响哦。不是这个女的破坏，是这个男的自己，他要走这一遭啊。他要被骗，他也是他自己的事儿啊。他愿意被骗，他心甘情愿，他就愿意被一个比他大10岁、有婚10有娃的女的骗，他觉得很爽。我也挺无语的。你
你在干什么呢？我不懂，我真的不懂你在干什么。你把自己跟你爸妈一起这样弄着你们这是把自己这个搞成什么样了？搞得像个要饭的干嘛呀？你该谈恋爱谈个比他更好的不就完了吗？谈个比他家庭条件好的不行，多去对碰几个比他家庭条件好的呀。去找一些脑子清白的、心智成熟的、般配的对象啊。好，行，就这样。拜拜。你们这是什么鬼？莫名其妙的胜负欲，是吧？白富美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胜负欲，总觉得自己被一个不如自己的女人比下去了。哼！哎，我告诉你，你们转念，不是你被一个不如自己的女人比下去了，是你这个男的，他就跟那个女的最配，知道吗？就是此时此刻的他就是最配那一个，他就配一个比他大10岁的有婚10有娃的，明白了没有？他们2个人是天选之人，懂了没？你不是你不是，好不好？你对于他来说，一个呢是太年轻了，对不对？一个呢是脑子太单纯一个是条件太好，他不需要，他觉得你这些条件于我而言简直就是多余，我不要这些，对吧？我跟你们讲过了的，二代到一定时候他就吃这2个路子啊。我是不是跟你们讲，有没有人记得我说过这个话了的？我总结过了的。二代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他就吃这两种路子。他吃的第一个路子就是我说的上岸流。上岸流啊，就是这个叫什么？以前呢，比如说跟过大佬的呀，跟过大哥的呀，是吧？然后呢，全身上下金光闪闪的呀，历史很复杂的呀。上岸流，明白了吗？他们第一个就是吃上岸包装流这个流派，要不然他就是吃极其做小伏低流，他就这俩流派。就是二代到一定程度上就是很多二代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是容易被这2种人拿下。2种人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呢？是接受他多偶。这2类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接受他多偶。但是前者呢，他所有的这个金光闪闪他会让这个男的以为他是二代，我以为这个女的家里有实力，但同时呢，他又展现出一种二代身上没有的情绪价值跟那种包容度，对不对？因为正常来讲，其实一个真正的这种金光闪闪的二代他是不可能有那种情绪价值跟包容度的，都是大小姐脾气，对不对？都是觉得自己挺牛掰，都是挺有脾气的。但是呢，这一类女生呢，因为她们原来其实是跟大哥的，知道吧？她其实原来是出来混的，跟大哥的，所以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大哥给她的，并不是原有的原生家庭给她的，所以她身上就产生了2种不一样的冲突感在她身上。一个呢，就是她又显得好像是那种二代的那个配置，但同时她又有着不吻合那种二代有的那种情绪价值跟包容度，所以说他们就容易把这些男的搞定明白吗？他们都是以前的男的给他做的身家，要不然就是那种极尽做小伏低做服务，然后还可以帮他，你今天想找几个女的来家里开轰趴，我都给你把茶泡好，要不就是这一挂，知道吧？就是自己的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极其底层的，然后长得也很一般，自己呢很朴素，然后平常呢也不花钱，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朴素，但是呢给你做到极致服务，基本是跟保姆没有差别。然后你想搞任何事情，我都是做柜式服务，这个茶呀水果呀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你要照多少人来家里要干嘛，我就只当看不见。就这2卦，明白吗？就没有第3卦。所以说他们这个时候就是他会喜欢一个这样的女的就很正常。你这个女的她就是典型的上岸包装流对不对？这个女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上岸包装流，就是我说第一个流派的呀，她绝对就是第一个流派的。
对吧？所以这个男的他这个生命阶段，他被一个这样的女的搞定，他就是命数，他就是碰到了，他不被他搞定都不现实。有了这个女的对比，你就是不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白富美，懂吗？你就是个正常白富美，你就是容忍不了那些东西的。但是你容忍不了的所有的东西，对方都能容忍；你提供不了的所有的东西，对方都能提供。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别想什么，哎呀，为什么他不如我？没有，也没有什么不如与不如，好吧？人家那都是身上有活的，明白吗？都是身上有活的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头。我跟你们讲，外面的女的可吓人了啊，知道吧？真的可吓人了。那天我一个就是特富有一闺蜜，然后呢，她就跟一些二代一起玩嘛，就那种超级二代，她跟人家一起玩，然后呢就喝多了嘛，可能就是跟人家那个有点这个身体上的小接触啊什么的，旁边的女的直接一把把她推开，她吓坏了，没见过这场面。旁边的那种芭比娃娃女，芭比娃娃脸，一把把她推开，她就跟我发消息说：“妈呀，好吓人！他们怎么这么没素质啊？”我说：“你这完全是太单纯了。”我说：“这算什么？我说这算什么？我说我们原来看的人家那些是吧，在外面专门找二代的这些女孩子，人家都是直接拿玻璃瓶子上来就砸，跟你还讲什么啊？我还跟你好好说，哎，我生气，你干嘛？不 ，no， 没有，都不是这样的。你们太温和了，我说你们这完全是属于小巫见大巫，好不好？我说人家只是把你推了一把，我说你就该谢天谢地了，真的是没给你整破相都不错了。我们的见太多了，那种超级二代身边玩的那一群，我告诉你们，那一个比一个辣手摧花，知道吧？人家都是靠那活命的，人家都是靠那吃饭的。你开玩笑啊？他们除了那之外没有现金流来源，你们明白吗？哎，你富婆儿，你家里有钱，你会挣，你自己有底气，你有现金流来源，对不对？你觉得我怎么着我不能做到那个份上，我得要脸的。人家可不是的，人家是不要的，人家没有的，人家这就是他的现金流来源，他能让你把他饭碗砸了吗？不能让你给他饭碗搞砸了，首先在气势上给你唬住，知道吧？首先让你不敢近身，你别拢过来，你拢过来，我跟你说，我这次推你，我下次得揍你，就是这样的。我亲眼见的，我好多年前，那不是现在，我 N 年前，你们知道吗？我就看着人家就是争这种超级二代女孩子啊，在酒吧里边隔着几米的距离，拿着瓶子直接抡，上来就抡，还跟你什么讲客气啊？真的是什么太温和了。来下一个来。我绝对不夸张，我跟你们说，你们是没见过那种超级二代身边的稀巴烂的圈子。喂，Hello， 你好，可以听到吗？哎，你好，你说。你好，谢谢，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的事业问题，不是情感问题。然后我目前是做穿搭博主的，然后全网大概30多万粉丝吧，然后是26岁。目前做穿搭博主对我来说很轻松，每周做2休5，一个月5位数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想弄一个创业，因为我比较闲，我想创业，我想有一个初步的创业计划，可不可以？想问一下是否能赚大钱？我这个计划能不能做大？然后我想先说一下我的诉求吧，因为我这个计划有点长，我想先把问题提出来。然后第一个是我需要如何迅速破圈呢？从短视频和直播的渠道。然后第二个是如何让我的人脉里面比较有资源的人愿意帮我去拉合作，就是他们有资源的话，如果愿意帮我的话，我也能更快的做起来。然后第三个就是
能如何快速拉到头部企业的合作。然后接下来就讲一下我的创业计划吧。一开始就是想直播，因为我不想跳舞走颜值路线，我长得比较普通。我直播了几天，我就想，要不然我就用这个米做点公益吧。一开始就是可能想做点公益，或者回馈喜欢我的粉丝，分红一部分给他们。公益的话就是我直播带货收入的5%，每个月拿5%捐给公益，目前是打算捐给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这个是一个只帮助女性的公益组织。因为我是女孩子，女粉也比较多，我捐这个公益基金的话是比较吸粉的。然后分红就是40%，我收入的40%都分给我的粉丝团。你的收入是怎么来的？就是直播加带货的收入。我做穿搭博主的收入是我自己的收入，直播带货的收入可以分给别人。你现在就是说你想做你原来是通过做穿搭变现是吧？然后穿搭变现是怎么变现？是广告？对，就是接衣服。然后现在你想转成你现在所谓的创业其实就是做直播带货是吗？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可以扶持素人做到一个比较大的博主，因为我做博主比较有经验。那么我可以帮助他们做起来一个账号，但是我是不收费的，因为我拿的是他做成博主之后能赚的钱了之后呢，我再拿他董事会的分红5%就可以了，前期我是不收费的。你现在是这两个方案是吗？不是，我想说一下我的公益组织是怎么做的吧。就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最终是实现全民公益，就是世界人口不是有80亿吗？我的目标非常大，我想要80亿人每个人都至少参与一个公益项目。然后明年呢，我会首先注册一个公司，就是 MCN 性质的，它是直播带货加培养博主，是赚钱的赚米的。然后呢，再注册一个实体的全国性公益组织会落地，然后这个公益组织的收入就是我们公司赚的米的5%捐给我们自己的公益组织。你是问我这个事儿行不行得通吗？你是想问我这个事儿行不行得通吗？对，我是想说一下，我这个创业的话有没有做很大的一个条件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700多人了，我刚做700多人什么？10天左右，700多人加入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加入你们这个公益组织，然后呢，他们给你米了吗？对，我目前也赚了4位数吧，就只是直播带货的话。但是我其实是不需要他们捐款捐物的，我就是说，我认为一个100万人的公益组织一定可以接到8位数的广告一个月。我说实话，就是你这个事儿听着吧，有点反正在我的商业架构里头啊，你这个事儿它这个因和果之间呐，不是强关联，就是所谓的说通过做公益来让你的现在的商业规模做到一个很大的扩张，我认为这两件事之间呢，它不是强关联，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做公益，然后让更多的人来找你来做。是通过分红。你为什么要干公益？公益的目的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把你的这个商业的规模做得更大，对吧？对，分红加公益的话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迅速涨粉的逻辑，因为没有人会拒绝关注一个，就是说你只要点个关注，他可能会把他的收入分给你的这样一个博主，加上他的收入是做公益的，分红的钱就是直播加带货的收入，加上培养博主的收入。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它只能在低认知人群里边可能
低认知、低收入、低消费力的人群里头，可能他能站得住脚。但是这件事如果你放在我的角度上，我认为这件事他站不住脚，因为我不能保障你赚的米的链路。说白了就是我参与你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我找你买东西干嘛啊？你的收益分给我，这都是你说的，我看不到这后面整体的运营链路。收入的录屏加上小姐啊，你所说的这个规模，那可不能靠录屏给别人展示成果啊。我知道，因为我们刚开始的话肯定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每天就是下播之后就直接发我的收入状况，直接就分给他们了。但是我的脑子啊，可能我没有我不好意思啊，就是我听你这个事儿听下来啊，我是资方的话，我肯定是支持不了你的这个链路的。因为你刚刚还有问到我一个问题，你说怎么能拿到一个大的头部的支持嘛？不需要大的投入和支持。你说头部支持，你刚刚不是讲了吗？你说问我怎么能拿到头部的资源的支持？我以为你说投入，我们这个合作是不需要企业或者博主给我们资金的，就是说合作的话，我可以不是给你啥头部也不能支持你，你明白吗？就是给你啥头，不是不给你啥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计划于任何一个头部而言，就是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干这件事儿呢？我想说一下我能给他们的吧，就是说，因为一个世界级的公司，它的老板一定是有影响力的，比如说乔布斯、扎克伯格这些人，他们很有影响力，但是没有一个企业能做到所有的员工都有影响力吧。所以我们有一个素人到100万粉丝博主计划的话，是可以帮助他们整个公司所有人做成一个博主。你要不先这样好不好？我们俩事儿啊，从简单的事儿开始做起。你要不先孵化几个博主出来，是不是？你先孵化几个博主出来，能够让这几个博主按你说的，不管是达到100万流量，还是说能拿到后端的这个变现收益，你能把这个链路先打通几轮，然后再来谈你更宏伟的那个计划。因为任何一个宏伟的计划，它也需要0到1，你的0到1，你先把它做出来。因为我有一些资源嘛，我认识导演和参展院的你别跟我说，因为已经在你的这个事儿，如果说你能孵化几个100万博主出来，那无话可说，那任何事儿它都能成。你能孵化几个100万博主出来，那还有啥好说的呀？那没啥好说的。你能孵化几个100万博主出来，你还能帮别人做后面的商业变现链路，那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说的。那就你任何事儿都能干成。好吧。我想一下，就是说我的创业的理念，它是卖资源，就是说我帮素人做博主的话，我有商家，我可以提供商单，包括帮他们改进作品质量，包括帮他们吸粉。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只要你能拿出作品，就可成立，懂吗？你别跟我说，你说这些东西干嘛呢？你必须得是你已经成功的，是吧？孵化了几个人 ，OK， 那你说的东西都 OK， 反正你又不收钱，你就去孵化呗。对对，好吧，就是我比较就这样啊，我跟你们说，任何的 idea 是不值钱的。这个世界上啊，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想法，知道吗？你们啊，每天脑子里可以有10000个想法。对不对？总有人说，哎呀，我早就这么想了，哎，那个共享充电宝，我早就觉得这事儿能干了。你有想法，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几个亿的想法充斥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点位是在于成绩，在于成果。任何的想法如果不依托于成果，它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单单的因为一个想法买单，所有人都只会因为你的0到1，然后帮你去做后面的1到100。但是如果你没有0到1，你说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来下一个，你能不能把这上面这官方回放4个字给我删了？他一个麦掉了2000人，单平台。喂，你好。Hello， 你好。你说。你好。哎，你说。关注你一段时间了，现在就是你声音大一点哦，你声音太小了，我听不见。请教。好，你现在可以听到吗？你带麦了吗？你先稍等一下。你好，现在可以听到吗？好，你说。就是我有问题，就是之前就是跟前男嘉宾谈了4年多，分开了，大概就是今年8月份分开，后面有一段时间的纠缠，后来我放弃了之后，男方又主动来找，虽然我们没有和好，但是可能会对我有这种和好的信号吧，就一直拉扯，拉扯到11月，然后就发现他有其他的女嘉宾了。我中间问过他，他就是不承认嘛。刚开始就中间一直问有没有女嘉宾，他说没有。后来被发现了以后就彻底分开了，然后就是一直对我的心情啊，就是有影响吧。后来现在就是遇到另一位男嘉宾，就是对我也比较好，但是我这边就是不是说也不喜欢，然后也不讨厌吧，然后就是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之前这个男嘉宾和我就是家庭情况各方面相差比较大，现在这个嘉宾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吻合一点，就是说应该跟现在这个嘉宾继续相处吗？相差比较大，是谁比谁好呀？就是我比他的条件好很多，我比前嘉宾的状态条件好很多。那这个事儿还有什么好琢磨的必要啊？就现在遇到这个嘉宾，就是谈不上喜欢吧，但是也不讨厌，对我也挺好的。对，那不就行了吗？那你这个一号男嘉宾没有优势啊，没有任何优势啊，家境也没有优势，又聊 S， 有啥优势呢？他没有优势啊。对，我俩现在已经是彻底分开的状态了。对啊。然后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就继续和第二个这个男嘉宾好好相处就可以了？对啊，没有问题啊。行，就是比较可能受这个事儿时间影响比较长吧，因为一直拉扯过程中以为会有和好机会，然后后来发现不太合适。小姐啊，别上头好吧？啊，好不容易脱离了一个稀巴烂的对象，就没有必要再频频回头了吧？从垃圾堆里头爬出来了，咱们就别往里头再爬进去了，行吗？行，就是，然后那就跟第二个男嘉宾好好相处，培养感情。对的。谢谢曲曲，就这个问题，没有其他问题。拜拜。来下一个来，这字是删不掉了吗？一晚上不停的有人问我这是不是回放，我说这把我累得半死半活的，你们说我是回放啊？哎呦，累得我一头的汗。喂，哎 ，Hello， 你好。到我了吗？你说，曲曲你好，我一直关注你，太喜欢你了。今天连麦，我想咨询正常婚恋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这个情况分开是不是对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分开的话，未来以后就是再进入围城我遇到的一般都是比较普通的男嘉宾，就是怎么去看人选人。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围城内男嘉宾33岁，和我一样大，都在上海。我和他是在对对碰认识的。我从事经济行业，男方是从事科技行业。收入方面，认识他之前，我差不多是他2倍有余。现在经济行业不景气，收入和他差不多。婚后男嘉宾，围城后男嘉宾不回家，各种理由拒绝10点半活动。当时我去问他，他说只是疲劳，没关系的。但是每当我问起他什么时候回家，他就搪塞我说公司忙碌。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好几年前他就有动小蝌蚪，他说是为了优某生优某育，包括他说他戴假发也是因为劳累所致，实际上他是秃的。他回的家也是我提供的这个住所，他是住在我这里的。我说家里的一些开支需要付款了，比如网费、水电煤，他都不回复的。你一说付款，他就可以一直不回复拖着。当然小钱我也就算了，但是有些他网络上买的货到付款的照相机，他也装聋作哑，就东西到了以后，他后面2天会借我上班的时间偷偷回来拿走的。有时也会回来住2天，但绝对不会和我有任何亲密的行为。家里人和我说进围城也不容易，毕竟人家也没有犯实质性错误，让我找他谈谈就行了。然后我在想下一步我怎么办，怎么和他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您，谈啥呀？你这不还没扯快乐证？我以为你这都扯完了，还没扯呢，还没扯，明天早上起早床去扯的。这还谈什么东西呢？这不用谈，谈什么？然后他是妈宝男，他经常会说他妈妈说，然后我不舒服的时候，他也会说他妈妈让我爸爸妈妈来照顾我。哎呦，你不要拿这种男的来了污染我们的耳朵。明天早上起个早床，排第一个去吃快乐证。好的，因为我之前想他那方面到底是什么原因？那这原因你问医生啊？你问得着我吗？那方面有什么原因？那肯定是不正常嘛。那至于咋个不正常法，那这不正常的方法千万，那谁知道呢？这。好的。那我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曲，就是如果分开的话，我以后还是想进围城的嘛？因为我还是想让球球就是怎么去筛选男嘉宾。首先，在约会恋爱阶段，该发生啥就要发生啥，要有一定的频次，对不对？就是有频次了，这个人他正不正常，你不是这就懂了吗？对吧？不要搞得那么干得干巴，是吧？再一个，该付出就要付出，对方一定要有付出意愿。你找一个穷的就算了，你找个又穷又抠的，又穷又抠的，还不那个啥的，你这全世界塞不出去的人都栽你这来了，你这还有什么好啊？你多少有点标准嘛，你稍微有一点标准也不至于啊。就是围城前的话，他付出意愿还可以的，他就是之前恋爱的时候付出还可以的。然后呢，那方面呢？那方面就是勉勉强强。哎呦，你有没有点底线，姑娘？咱们多吃点肉行不行？啥叫勉勉强强？勉勉强强，马马虎虎。我听你这词儿，我都不敢想那个画面多难看。你能不能多吃点肉，多尝试一下不同口味的啊？就想他就是蛮尊重我的嘛，然后那是尊重你，恨不得最后手都不带碰的，那挺尊重。你要这种尊重干什么呀？你多大啦？33。你在这之前没谈过恋爱啊？谈过的，但是我就想，可能后面是口罩时期嘛，然后身体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而且他就是工作蛮忙的，然后他就是反正勉强嘛，我想他最后也有双手嘛。哎呦我的妈呀！我求你了，做个正常人吧。咱们做个正常的女人，有点正常的要求行不行？我也听出来了，你也不物质，是不是？你也不想什么向上跃迁，你也不指望男的给你画大米，但是你总得稍微有点要求吧。下一次知道了吗？男的你要有点底线，好不好？至少咱们不能跟你这么聊，你这么跟你聊，我待会儿又给我聊关播了，知道吧？咱们有点时间的底线，行不行？啊？你对他就是个人要求，
从头到尾这个事儿，从发生到结束中间至少有个10来分钟，好吧？你别整那太马虎了也不行啊，太马虎了，还没开始结束了，你这马马虎虎的。他有时候就是预约我大概会有40分钟，但是最后的时候就是他是用双手就是哎，对，好了，你别说了啊，你别说了，好吧，我求你了，行吗？啊，你别说了，好不好？咱们多试几个正常的啊，有点对比，好不好？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把我急死了。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就这，拜拜啊。谢谢曲曲。哎呦，你们对一个人的身体状态要有一个底线。我真的，姑娘们，我跟你们讲啊，男人，我跟你们讲啊，没有借口，好不好？这个人是这样的啊，我呢是连第2次机会都不会给的，我是第2次机会都不会给的。在你们这儿呢，我知道你们没有我这么的绝情，好不好？你们没有我这么的绝情，那我也跟你们讲，不能给他第3次机会，对不对？我就是对你们呢稍微有点弹性，宽容一点，好不好？宽容一点啊，行不行？你们不要给他第3次机会啊！错误可以犯2次，不能犯第3次。如果一个人犯第3次错误，那这个人他就不是一个偶发性事件，明白了吗？这就是个底子问题，这就是根儿上的问题，好不好？我求你们了啊！你们不要自我洗脑啊！口罩的原因啊，可乐喝多了，今天可乐喝多了呀，是吧？是不是？他工作辛苦了，搞累着了，是吧？可乐喝多了，哎，口罩给他打喷嚏打狠了，身体给他打亏了，不能这么搞。咱们他是什么？为什么？这跟你们没关系，咱们就是要结果，对不对？咱们是不是要结果？不能原谅第3回，好吧？这是底线中的底线呐。千万不要搞一些稀巴烂的，到时候我跟你们讲啊，现在的人呐，毛病贼多，很多毛病很多的，知道吗？咱们在这直播间里头也不好讲，你们不行啊，这是给我们那个好好学习一下，是不是？到咱们这个啊，到咱们杭州啊，好好学习一下，好吧？哎，我每天被你们急死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这么包容，我觉得你们个个都是菩萨。以后别再说我是活菩萨了啊！我一点包容度都没有。我告诉你们，我第1次我发现这个有问题，直接就是送一个红色感叹号。我告诉你们，在我这儿直接就是发红牌下场，没有什么，哎呦什么玩意儿！我跟你们讲，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了的？我说我直播是吧？怎么能表现我们的水平？不是在超常状态下的超常发挥。一个有水平的人，他是在就是有特殊情况下还能平稳发挥，对不对？有水平的人是在就是特殊情况下还能平稳发挥的，而不是在超常状态下的超常发挥。你们天天看那个男的，哎呀，他今天超常状态超常发挥，就说明他没问题吗？不是的呀，就是下限的问题，不能太低，懂了没有？下限不能太低，他得达到基准，好不好？来，他没有关注的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哎，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啊，真是没下限你们。来下一个。还有人跟我说第1次紧张，哎，紧张那不就是实力有限吗？紧张要平稳发挥才紧张也不能突破下限，懂吗？突破了下限，你就是紧张，那就是等于没实力。我告诉你，别整那没用的，真的是。Hello， 你好。哎，君宇你好。你说。那个我今天想咨询的就是前段时间有一段那个以价值交换开始的关系，然后2个月之前分开了，但是呢，那个我们公司有一个他之前找过的领导，最近地球问我近况，我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想问问曲曲还有没有必要联系他。
就是我是40岁，国企职员，然后他是50岁多偶男，以前是大苹果，后来18年退下来了，但是人脉比较广，是通过我舅妈介绍帮我办工作认识的。起初他答应找朋友帮我提职。然后我觉得他答应有2个原因，一个是我舅妈平常帮他朋友看病，碍于这层面子；第二个是他能把我收编了，然后还能为他所用，炫耀战果，服务饭局什么的。但是我感觉他对我的感情需求不是很大，因为那个起初10点半大多数情况都不能成功，我也不知道是身体的原因还是心理的原因。然后刚开始在他的朋友的帮助下呢，我在公司受到了一点照顾。这时候他让我陪他去旅行，我就骑虎难下，就答应并发生了。然后后来他又找了一些朋友，但是这个提职迟未实现。起初我就问他要不要，他就问我要不要再给我联系个项目增加业绩，我拒绝了，因为担心后期关系交错的太复杂不好处理。他说话就是忽忽悠悠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没有能力还是不想给我办吧，我也看不清楚。他是多偶的状态，但是一直对外宣称比较期待姻缘。开始我一直舔他，发现多偶时我也没敢起跳，相处半年给我付出5W。后来我一看工作没有进展，我就提出那个例如母亲住院呢，孩子上学呀，拓展副业等事儿，但是他没有付出实际行动。后来我就觉得我们俩这个价值跟需求不匹配了，相处起来就是忽冷忽热，互相试探的那种感觉。反正真真假假，搞得我很内耗吧，我就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11期间他又消失了1天，我就起跳了，他生气就说分手了，到现在彻底断联了2个月。但是他偶尔还会找我舅妈看病，但是并没有提起此事。前几天我们公司的领导就是地球问我近况，因为这是他的朋友 A 之前找的，本来说的就是一起吃饭，然后提职的事儿等等机会。现在领导试探我有点不知道如何回复了，就是想让曲曲帮我解答一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我是应该继续还应该联系他，还是直接找他的朋友 A， 还是就放弃了？你联系他干什么呢？联系他干什么？这领导给你发啥了？就是问问我，就是给我的分管领导，就是说了可能是照顾我，然后呢，微信问问我最近怎么样啊？就挺好的呀，就是都挺好的呀。承蒙领导的照顾，最近都挺好的啊。这马上要到年底了，有时间的话，到时候上门拜访您，请您吃饭。天气冷了，注意添衣服，就这么回。那等于他跟他的朋友我也不联系了。有啥好联系？就直接。有啥好联系的，大姐？咱这下半年又差个5万进账，是啥意思啊？是这意思吗？下半年就指着那个5万进账呢，有啥好联系的呀？我就觉得我跟我的领导可能级别差的太多了，如果要是人家一试探我后边没有靠山了，可能也就不跟我联系了。你啥靠山呢？你这靠山本来就挺稀巴烂的，重要吗？你这领导都介绍给你了，你就跟领导好好处，好好搞关系，对吧？好好搞服务就完了呗，他能干嘛呀？这人，行，还有啥问题？没有问题了，那我明白了，拜拜，谢谢曲曲。下次不要再为这种东西上来花800了啊！花这800，还不如咱就是说给你的直属领导是吧？哎，这给人家带点吃的，带点喝的，是不是？哎，给人家泡点参茶，别给我整这800连这个麦干嘛呢？真的是。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啊，或者是想要预约连麦啊，以及是想要看我们每一场直播的这个直播金句总结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我很有江湖气势吧？我是学院派里头最像流氓的。来下一个。
Hello， 你好。曲曲，哎，你说。哎，不好意思，我是大声一点。你好，曲曲。哎，你说。这几个月听你的直播学到了。哎，你声音有点忽远忽近的呢。现在可以吗？不要带麦啊。没有。好，你说。现在 OK 了。好。就是我今天是想咨询一下，就是2个男嘉宾之间的选择和怎么去推动进一步的关系。那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现在是年龄30，然后颜值8分，身材差不多9分吧，然后是单亲家庭，在超1线城市，然后家庭情况是中上等水平，然后我是美国前40的本科，然后前10的硕士，在精英行业，然后前2年的年薪到手大概是150到200个 W， 然后去年的话呢是，不好意思，刚才走路有点喘气。然后去年的话我是辞职了，然后去国外进修了1年，然后现在刚刚回来，然后目前是在 HK。刚刚入职，然后预计的话，年薪也是会继续在150到200个 W 到手，然后之后每年可能10%的增长这样子。然后，目前呢，家里是在我名下买了一套1800万的这个房产，但是主要是家人投资用的，也不是给我的。但是因为因为是这个单亲家庭嘛，所以就未来就是，然后呢，再介绍一下2位男嘉宾的情况。然后第一位是我现任，然后在一起3年多，然后比我小9岁，然后但是他是虽然年纪小，但是见识和成熟度都比同龄人高很多的。然后他们是家族企业，估值大概是在大几十个小目标这样子一个水平。然后目前他是在帮家里做事，然后但是还处于拿零花钱的阶段。但是家人的话都会比较尊重他的想法和意见，然后有什么大事也都会带着他，然后参考他的意见。然后有大开销，比如投资买车什么的，都会给他一笔米。然后我们俩平时在一起的日常开销大概每个月就是5到10个 W， 然后他会付大头，然后我付小头。但是礼物呢，因为他其实没有什么限米，所以说一般就节日2到3个 W， 然后我一般会回馈他个60%到70%的这个价值的礼物。那我对他呢就属于感情比较淡，但不排斥相处，然后但是没什么感情，一直想跟他分手，但是他每次都非常非常努力的挽回，然后并且表现的呢是在努力创造给我们2个更好的未来。再一个呢，就是他情商特别高，就跟我家人朋友都相处的特别好，同时呢，因为他的身份也可以给我在社交上带来一定的光环。那我个人呢对这个进入围城属于一个就是既理想又悲观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更爱自己没那么爱的人会可能进入围城可以更加持久吧。然后呢，第2位男嘉宾呢是前任，是5年前在一起了2年，他比我小1岁，然后是 ABC，他是美本的 Top 3，然后颜值身材都是8分，就比现任厉害很多。然后他也是家族企业，但是可能也就几个小目标这样子，然后自己很年轻就开始创业做投资，而且做的特别成功，属于然后现在自己是在做家里一个新的创业项目，然后大概是到了 B、C 轮融资这样子。然后我们分开之后就会有断断续续的联系，基本上都是他联系我，然后之前就是出来见一面，然后偶尔酒精上头的话会发生一下关系，但是当然不会有后续。那我们10点半属于特别特别的和谐，就天雷勾地火那种。然后转折点呢就在于3个月前他来到我当时在美丽国的城市找我，然后我们就相处了大概2周的时间，然后就是期间就是又有了像以前谈恋爱的感觉，而且加上当时是跟现任处于一个分手的阶段，所以他也就是认为我是单身了。
然后所以分开之后，他就每天不间断的开始找我聊天视频，然后会开始谈到围城啊、带球啊这些问题，然后也会表达他就是有想要进入围城和要小孩的打算了，要带球的打算了。然后呢，但是他是他表达了他是一个他想当一个多偶男的想法，他想要一个开放式的婚姻。然后呢，我就表示说我不能接受，然后我们有对此争执了一番。然后呢，他就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他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问曲曲，就是因为我现在有点就是没有办法两个同时进行，所以我想问曲曲，就我内心肯定是更喜欢第二个男嘉宾的。然后呢，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更加的去可以推动跟2号男嘉宾的这一步，然后就是达成结果这一步？好，说完了吗？第一个问题说完了。你只有4分半钟，大概率你没有时间提第二个问题啊。你这个很清晰的一个点就是，首先你要明白，多偶男不会因为任何一件事儿变成单偶男。你是我们学员吗？不是，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非常非常清晰的告知大家，多偶男不会因为任何理由、任何原因变成单偶。所以说你跟他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任何探讨都不更改他多偶的结局。也就是说，现在探讨出的任何答案都没有参考价值。这是我想告诉你的。你对这个男的上头，那么结局是你必须接受他的多偶，未来他一定会这么干，这个是必然结果。你再来谈所谓的我怎么样，我当然能听出来你对这个男的上头了，对不对？你不上头的话，这两个男的根本没有可比性。说实话，就是因为你上头，所以说呢，我们也认认真真的跟你聊，对吧？如果你还能理智的看待这两个人，其实很清晰，你的现任肯定是优于前任的。任何一个人他之所以能成为前任，一定是因为当时有着很难以更改的矛盾，他才会变成前任。这个东西就是人不改变，矛盾永恒存在，这是第一件事儿。还有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能够在分开之后变成 PY 关系搞了这么长时间，本质上来讲，你们两个人在对方心目当中就有这么一层东西在。所以说他也会认为也许你能接受他的多偶，要不然他不会跟你这么聊。说白了，他只用闷着搞就行了，他根本都不用跟你聊。聊是因为希望大家能公开化的搞，就不用藏着掖着的搞。那是因为他认为你们两个人在分开之后其实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PY 关系，他才会跟你公开化的聊的。所以你不要做这个梦，在明确清晰的认知这件事情不可更改的情况下，你再看怎么选。可是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只是因为我们之前呢就是分开以后复合过2次，然后我也清晰的表达过，就是我不希望跟他成为 PY 关系。然后呢，确实后面偶尔联系那么几次，就是有点没有克制住。然后后来他就说我只是跟你探讨这个想法，因为他其实也单身了挺久的，然后当然肯定有很多女孩子接近他。我跟你讲的是结论，不是跟你探讨。就是你觉得他虽然只是探讨，但是其实他心里已经认定了这件事情。不是，就是说他是不会控制自己的，明白吗？没有必要。他现在还年轻呢，往后的日子拉长了，你凭什么让他不多偶啊？因为他承诺过你，承诺过你不多偶就不多偶，这纯扯淡吧。在我们我是这样的我呢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非常闭环的一个理论体系的。在我们的理论体系里头，多偶男永世不可能成为单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动，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生的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达成多偶的结局。如果你不让他多偶，他所有的奋斗都没有意义。那所以我就跟他就直接断。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你要基于这个结论去做选择。如果不基于这个结论做选择，你那个叫自欺欺人。好吧。好的，谢谢曲曲。好吧，就这样啊。拜拜。我还是建议大家真的把我们金贵的关系从头到尾都看几遍。我们从来都不是基于想象得结论的，我所有的理论体系的架构是基于成千上万的案例，给
给大家的结论。如果你非要认为你是那个例外，那神都救不了你。这个世界上最怕的其实就是你老觉得自己可能是个意外，或者这个男的可能是个例外。例外是不能够作为教科书的存在的。如果你们老觉得自己是例外，老觉得那个男的是例外，那你就不要听我讲话了，好不好？例外是什么概念？1/1000的概念，是吧？10万分之一的概念。反正在我见过的案例里面没有，我见的案例不下10万，我见不下10万个案例，我没有见过哪个多偶男改成单偶男的，我没见过，明白吗？那你们非要说你们这个是例外，那我没办法。你知道有一次，就是我的这个视频，我不是讲过好几次了吗？我说我的理论是这样的，我说多偶男大家记住了，他是不可能因为任何人、任何理由变成单偶男。我说多偶男一生所有的奋斗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大大方方的多偶，这个是他所有奋斗的目标、前提、动能。然后我说如果你们想要让他变成单偶，等于是什么？等于是摧毁了他的最终理想，那么他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了意义。他所有今天做的，他要去赚米，他要去赚社会资源，要去提升社会阶层，没有了任何意义。他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是虚无。请问凭什么？你凭什么让他推翻他自己的信念呢？然后我发的这个视频被一个男生截屏发给了我，说你太牛了。那个男生就是个多偶男，他是一个95年的多偶男。他把那个视频说，他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心声表达的如此透彻？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真的。所以你们要是不相信我说的东西，你们老觉得那个男的跟你只是探讨啊，只是试探，只是看看你的边界，那我没办法，是不是？那你就试呗，你就往里头冲呗，对吧？不行了，最后再撤出来呗，反正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好不好？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头。你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人长年累月对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关注度啊，都是无比之高的，知道吧？他要自己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他有一天如果他不能多了，那是因为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了，不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心了，一定是因为有心无力了，他才能够明白吧？懂吗？那你要跟他熬到他头发都掉完了，激素水平发生了严重更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好吧？来下一个。这干嘛？曲你好 ，Hello， 你好，曲你好，哎，你说，哎你好，我现在是因为在人生的这样路口，所以想请曲女神给我一些专业的一个建议。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在超一线城市，年龄38岁，普通大学硕士，外貌7分，原家庭一般，年薪大概50W。我先生的话跟我同岁，名牌大学硕士，外貌5到6分，原家庭也一般，现在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年薪60到80W。我们结婚10年，有2个粉色球，年轻时恋爱脑裸婚，婚后在超一线一起奋斗买房买车，现在家庭资产大概是500个W，有房贷。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必要跟我先生DIY 第3个球？原因是因为前面是2个粉球，然后父母比较传统，然后说逼着要男球。因为前面2个比较危险，所以如果再带球的话，风险身体上面风险会比较大。然后主要我内心也是也不想要。因此呢，我们就吵架冷战。然后冷某地期间呢，我也非常的内耗，曾经轻度的易某症，但是现在已经自我调节，现在一切都好。今年的话，对方在推动 DIY， 然后可能在他看来，可能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妥协。
然后我现在，因为我其实也坚持了很长段时间了，我现在一直也是很坚定，但我现在有点动摇，是不是需要妥协？然后我想听一下曲曲的建议。然后有一个补充信息是，之前结婚之后，然后我们一直商定的就是2个球，没有性别的偏向，但是现在是临时变化，然后也出现这么个情况，然后我想听听曲曲的看法。你这老公家里又没有王位要继承，搞这么多，你们负担不重吗？对，这个其实是我一直非常拒绝的原因。对呀、然后对，你这个我想问一下，你老公他把所有的米给你吗？不，其实我以前比较恋爱脑吧，我也不管。但是我最近有点妥协。其实我是在想，如果我要妥协，我的条件就是说让他把工资财政大权交过来，我就作为妥协的一个条件。所以我想听听曲曲的建议。但如果现在的情况因为非常僵嘛，已经是冷战了有2年多了，然后就是说如果再僵持下去，可能结果就是扯快乐症吧。然后我也只是想做最后一个努力吧，因为毕竟来说，也不容易嘛，因为主要前面还有两个粉丝球，所以不容易做。你有跟他提过让他把收入上交这件事儿吗？以前其实是我自己不想，我自己嫌麻烦，我不想管这些东西。但我现在其实觉得有必要。然后我前面有开玩笑提过一次，他是 say no 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要妥协这个事情的话，那我肯定是拿这个为条件。您觉得有没有必要？不是的，我跟你讲，你知道问题是在哪儿吗？问题在于，就算是现阶段他假意同意了把收入给你，他后面还是有可能自己搞不给你的。就这个东西很难把它确定下来，你懂吗？因为他习惯已经这样了，你们已经2个球了。其实也就是一个工资了，就是工资卡，对，没有用啊，他工资卡他可以随时随地，他可以在公司换，你明白吗？对，就是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现在有点靠想象，因为现在这个事儿就说白了，你就算是让他同意了，后面他还是会更改的。你那个500个 W 的那个房产是你们2个人的共同资产吗？对，这个是婚后一起的，对。我说实话啊，你如果说你已经想好了，说我想挽救我们这段婚姻，我愿意拼死一试，那你就试，那你就不要觉得自己在牺牲，后面呢也不要为这个事儿感到后悔。如果有一天到了那个节骨眼上还是要扯快乐症，你也就要跟自己说，我努力过了，我也尽力了。如果说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呢，那我肯定是觉得没必要的。但是从你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想挽救这个婚姻，你很希望能做最后的尝试，我也希望你能把最坏的结果想好，最坏的预期工作做好。这样的话，你后面再做这些事儿，无论最后对方怎么对待你，他收回财政大权，他还是要扯快乐症或者1、2、3、4、5，他继续冷战，继续对你不好，起码来讲的话，你不会觉得一切的东西让你觉得很受伤。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真的就是内心上非常的排斥和非常的抗拒这个事情。因为也是因为这么长时间嘛，自己调整过来也是觉得比较难。那接下来我跟曲曲说另外一些信息，然后看一下另外一个选项，然后想让曲曲帮我综合一下，看看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选择吧。对，另外是有一个大佬，然后是我现在的老板，是黄帝男，年龄50，然后资产在1到2个小目标，在一起5年，主动付出500大，然后情绪价值给的足。他也承诺，然后如果扯快乐症的话，他会支持抚养2个粉球。那很好啊，但是这个选项很不错呀，听起来。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说，觉得这个选项未来，我觉得就是长远来看，可靠嘛？因为我记得曲曲您说过，就是说这种关系的话，可能到40岁或者说10年，可能就到头了。因为现在年龄也在这里嘛，已经接近40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没有多久，可能这段关系可能也是。就也到头了，没关系啊。你一次拿个不是，
你让他先一次拿个小几百给你，你就扯快乐证不就完了吗？你这个事儿总而言之，你这个不是个亏盘子就可以了噻。因为你跟你家这个实在是有点太鸡肋了呀。这个人有没有外面这个，本来你里头这个就让我们听着就很费劲，就很烦，对吧？这个主要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恋爱脑嘛，所以不重要啊，确实不重要。现在我们就看结论呐。对，就是根据我现在的这个情况，您觉得就是说，其实第二个选项会更好？那太好了，这男的1年，他能对你这么一个说个不好听的，啥也没有的女的，还挂俩娃的女的，他能5年付出500个，我觉得这男的贼拉靠谱啊，太靠谱了，这个大哥，脑子太不好了，这大冤种，真的呀，这是一个很不可多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象。对，是个好对象。对呀，对，这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不可多得啊，大熊猫啊。对，但是因为我已经快40了嘛，这个的话，因为这种关系，你说如果要长久，除非是有求。你又重复一遍干什么？你重复一遍的意义是什么？我只是觉得，未来觉得这个就有点特别的没有安全感吧。你要啥安全感？你家里这个给你安全感了？你跟他有安全感啊？你哪来的安全感啊？有个地方住，有个人天天陪着你。对，可能就是这种吧。妈呀，那我没话说了。那这个东西，说实话，咱们不能是吧？咱们不能非逼着你搞啊。哼，那我没话说了。我懂了，我听明白了。其实我明白了。然后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的未来发展吧。因为现在也年龄到了这个阶段了吧，然后就是在想，可能雌竞这块是不是也到头了？是不是我是不是需要考虑转型，然后在雄竞的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在我以前人生的时间段里面，可能雄竞没有什么大的结果，这我自己其实清楚。然后但是因为现在也到了这个阶段嘛，以后的未来我也不可能还是靠雌竞，因为这个年龄啊什么的都到了嘛，所以我是在想，是不是我需要去寻找一些雄竞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发展。有发展当然好咯，那能不能发展，那不还得看你有没有能力吗？其实我是有一些能力的，但是因为是皇帝男嘛，他是不给翅膀的。对，没关系啊，不给翅膀也没关系啊，不给翅膀就从他这下功夫呗。这大哥很容易啊，这大哥简直不要太容易啊。对，但是这个能未来下半身，对。那你去1v1吧，好吧，好，那我那个另外我还有时间。我都说了呀，我说这6个街区就能找着一个真爱，60个街区都出不来一个大冤种，真的，这就被他碰着了。你看，真的是这样啊，是不是啊？6个街区能找着一个真爱，但是60个街区出不来一个冤种。你们这还说啥呢？真的是，就是说，这你让我帮你做选择，实在是有点过分了。因为你这个选择根本就是闭着眼睛做的一个事儿，怎么还要做选择呢？妈呀！哎，一个要啥没啥，一个要啥给啥，这还有什么好对比的呢？完全没有任何对比的必要啊，是不是？40岁的人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直播间，以及想要预约连麦，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每一场直播的总结的直播金句和经典案例总结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面等你们。
来下一个，我不想点评，我这一点评扯我三观不正，我挺冤的，是不是？大哥又没给我500，大哥又不给我养娃，又不给我500，我天天伸这个脑袋接石头，是吧？推着你们走向一条所谓三观不正的路子，我何必呢？我真是个莫名其妙，我主打就是个莫名其妙啊！我，喂，哎 ，Hello， 你好，你好，曲曲啊，非常喜欢你。今天，就是终于等到了，希望你该骂的时候就骂一下。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你说36岁，然后7分，视觉年龄可能不到30岁，本科，整个人很乐观，然后普通家庭，国企连同副业收入20个 W， 然后资产是新一线城市2套房，不到200个 W， 男嘉宾是大1岁，小苹果，男嘉宾多少岁？小苹果我没听见。37，大1岁。小苹果，年收入15 W， 他自己就名下就一套房，可能就价值100个 W， 但是他现在负债20几个，当时是买房借的一些首付。父母的关系稀巴烂，然后他与父母的关系也非常的不好。我们其实是从校园然后进入围城7年左右，性格磨合非常痛苦，一个焦虑，一个回避，经常冷战，在当时非常糟糕的情绪下，冲动扯了快乐症，篮球归我，但直到现在基本都是奶奶帮忙带，帮我分担了很多，所以暂时也没有找男嘉宾要抚养费。出围城大半年之后，我们是前几年出的，大半年之后我后悔了，找他低位挽回成功，但是他性子变了很多，不怎么考虑我的感受，也主动提出要 AA 的过日子，所以复合之后的那个关系一直很痛苦。后来断联2个月之后去找他，才知道他无缝衔接了一个新女友。当时我非常的崩溃，做了心理治某疗，也复盘了婚姻，发现我自己的问题也非常的大。他和那位女嘉宾以前有过工作的交流，属于半异地，可能高铁1个小时，国企，1到2个星期见一次面。这1年多，那个女的从来没有带他进过他家门。我们家篮球基本上每天都是在奶奶家吃饭啊，过年过节都一样。后来这1年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然后他们一闹矛盾，这男嘉宾就到我这儿来殷勤的接送孩子，刷脸卡。然后最开始我就很傻，就觉得很有希望，结果每次过不了几天就又冷淡下去了。所以我当时就过了几次，我才反应过来自己是一个备胎。这前后1年多，几乎每个月都在闹，有的时候一闹几个月。后来我就死心奔事业，前几个月差一点外派欧洲。当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态度转变比较大，也加回了我的地球号，头像也换了，频繁的在我面前刷脸卡。但是因为前车之鉴，我也不敢多想。后来他就更殷勤，还请我吃过饭，我们1年多都没有吃过饭了，带我和孩子出去玩。这一次我又当真了，尝试进一步推进关系，但是我发现关键时候他退缩了。就我觉得但是我了解他这么多年，他是一个单偶男。我当时很奇怪，妈呀，他有啥资格多偶啊？我的妈呀，还要下这种结论。意外看到他们，哎呦我的妈呀，还穷的叮当响的，还跟我聊单爱多的，你们聊的个什么天儿？我听不懂。雷人的情节就出现了，我当时就瞬间觉得就是自己被玩弄了，所以这1年多我对他的姿态基本上是尽量他有来我就给到他情绪价值，在篮球面前也是愉快的相处，但是他这么多次反复试探，就是我也能感觉我们一次比一次相比之前的关系要近一些，但是这一次我真的就觉得很累，就想抽离，但是我又不想在情绪化下做错决策，所以我就想来问一下曲曲，我不确定这个关系有没有挽回的必要。他这种人如果有，他这种人应该以什么方式来挽回呢？因为然后顺便说一下，我们家小篮球啊是一个学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他对篮球陪伴一直是不错的啊，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每天都在陪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真的想找曲曲很久了，所以我也就是今天就所以什么东西我都敢面对，我就想听曲曲最真实的意见。你干嘛非要鼓起勇气来找我呢？你这个勇气就是大可没必要鼓，知道吧？
你就继续跟他好呗，就这种男的你给他锁死就完了噻。你不要，不是你干嘛要跟我连麦呀？我搞不懂了，你还需要鼓起勇气这么长时间来跟我连这个麦，真的没必要啊！你就不该鼓这个勇气，这个麦就不该连，是不是？你干嘛你自己一个人整抑郁了？你要把我们整个直播间几万人整抑郁啊？就是我很快就好了，我当时很快就好了，我就现在已经完全就是走出来了，我整个状态也很好。不是，但是小姐啊，他来回试探，他会就是弄我的那个波动，让我情绪波动这样子，来搞我心态。我跟你所以闭嘴，你别说话，我听不得你说话，我现在。太稀巴烂了，我听不得。你有什么好说的就这男的有没有必要让你在这给我滴的滴几个分钟？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他都不配出现在我的直播间，你拉低了我直播间的逼格，知道不？这什么收入水平嘛？就这收入水平啊，什么还要搞 AA 制婚姻？还什么回避啊，什么玩意儿的，还搞这么多学术名词出来，就这有什么资格让你去就是拿他出来对这个话呢？有必要吗？你又不缺吃的，你又不缺喝的，还什么要外派到欧洲，最后什么要跟这个男的来拉扯感情，欧洲都不想去了？你是不是有神经病？你不应该看心理医生，你该看脑科，知道吧？脑科看一看，看什么心理医生呢？就没大可不必。你把那个心理医生都整神经了，知道不？就别，就是我真的求，我告诉你很简单啊，我跟你说个你听得懂的逻辑，好吧？我怕我说的逻辑你们听不懂，因为恋爱脑很多时候他听不懂我说话。我跟你说个你听得懂的逻辑，你看啊，你对他好的时候，他就要跑，你不搭理他了，你要去海派什么要去这里搞工作了啊，那里搞事业了干嘛？哎，这男的回来舔了，你看这个事儿不是很好理解吗？这个事儿不就很好理解了吗？你在什么时候得到人家正反馈了？不就是你在搞你自己的事儿、搞你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得到人家正反馈了吗？你不就维持这个动作不就完了吗？然后还说，我要怎么挽回？我要给他情绪价值。你看不明白吗？你一给情绪价值，人家就跑；你一给情绪价值，人家就跑。你还给什么情绪价值啊？你有时间没地方花是不是？你是不是有时间没地方花？很明白。我讲别的逻辑你也听不懂，我说这男的稀巴烂，我怕你们也听不懂，知道吧？我跟你说这男的多稀烂，你他妈都要想这男的有什么好，你都要从他身上就是深挖一点优势，我就很累。我跟你讲这个逻辑都讲的我很累，知道吧？我明白，我不是因为他不去，是因为就是最后面试，然后有其他国家的选择，但是我不是很喜欢，所以后面有其他理想的国家，我肯定会出去，我不会因为他而阻止我自己去。本来我小姐呀，其实搞事业还可以。4个字啊，身体先行啊，好不好？世界上2条腿的男人千万，你这个男的除了2条腿，没看出第3个优势。你2条腿的男人，你多见几个，你今天不至于连这个麦。就这么简单，还看什么心理医生？那心理医生那花一道钱，又在我这花一道钱，有必要吗？之前他劈叉的时候早就好了，已经好了1年多了。不重要啊，你身体先行啊！你为他花这个米干什么呀？你没病啊？你只是缺的是眼界。好，我知道。你缺的是跟男的真实相处的经验，你多见几个人，不至于把他当个宝。好，我知道。还有问题吗？有问题我也不想听了，你能不能不说了？没有，我就安心的听你嘛，挺好的。我说完了啊。就是我今天的状态都挺好的，只是被他来搞心态，所以我想来问一下，就是把这件事情终结。好，就这样啊。谢谢啊，谢谢曲曲。你们要是这种人，你们实在喜欢我，就请你们锁死啊，少放出来。放出来咬人干嘛呢？放出来乱吠，真的是啊！我跟你们讲啊，女的啊，我们直播间里的女生啊，你们记住了好不好？没有什么是3件事解决不了的问题：时间、金钱、新欢，好不好？我们就把这3个词来给我打公屏上：时间、金钱、新欢。行吗？你们如果说能把这6个字记脑子里啊，我们以后都不用连麦了，我也不在乎，反正你们不跟我连麦，我也可以不连，好不好？我就在这展示我的美，问题也不大，好不好？就展示我这啊各种华丽丽的服装，我也可以。
你们要是能把这6个字啊深深的牢记于心，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情感问题。情感问题是啥？有什么是时间跟金钱还有新欢3个都解决不了的？有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那些猪头猪脑的些鬼话呀，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太过于的没有眼界了，你实在是眼界太狭窄了，知道吗？没见过几个活人，感觉你真是没见过几个活人呐。好不容易搞事业，你搞事业是为了干嘛的呀？啊，你那个钱扎手里干什么？不拓宽自己的眼界，你们挣那么多米干什么？挣米干什么？我跟你们说，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为我服务的，明白吗？为我的愉悦去服务的。愉悦是如何产生的？是我看见了、听见了、感知到了、吃到了。愉悦就是这样产生的呀，对吗？如果说我赚到了米，我是不是要拿我的米去购买这些东西啊？因为米就是工具啊，时间也是工具啊，米也是工具啊，对吧？我用时间用米去购买我想要有的所有的体验，去购买我的眼界，你们就不会活在那么狭窄的一个范围里头，天天盯着个啥也不是这个东西在那纠结。那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女人要进步啊，进步的这个力量它是历史使命刻于心中，好不好？女人要进步行吗？咱们的格局要打开，对不对？人是渠道，情感是技能，知道吧？我跟大家讲了无数遍了，人是渠道，情感是技能。我们是要通过情感的技能来达成我们想要的生活。你的生活都不是你想要的，你每天在那过啥呢？在那耗啥呢？天天研究这男的是不是回避啊？这男的是不是焦虑啊？他是回避型还是焦虑型啊？他是稀巴烂型，他是个稀巴烂型，他是垃圾型，好不好？哎呦，天哪，我都服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吧，我早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啊，以及想要看我们每一场的直播金句总结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等大家。他一连麦，你看我的新饮料都倒上了是不是？我这个新饮料倒上了，得给我麻痹一下神经，我跟你们说。来下一个来，好多汗。Hello， 你好。没事。你好，你说。我是想问一下关于婚恋上的事情。然后我大概的情况是，就是马上37岁，然后老家是农村的，然后恋爱经验特别少，然后目前的工作收入的话是税前50万，然后普通2本，然后之后的话又考了一个985的在职研究生，然后身高的话163，长相应该普通，然后身材还可以，比较好，然后现在的工作的话就比较用力，然后属于那种很谨小慎微，很内耗，然后也有35加的工作焦虑。然后关于恋爱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几乎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要问的问题是，就是要不要结婚，然后以及生子，然后有2个男生，然后一个男生的话是认识大概2个月，比我大7岁。然后身高长相都不太好，然后年收入的话是40万，然后对方现在就是可能就是也有经济压力，然后也觉得要孩子有压力，所以他就是跟他相处虽然感受很好，就是完全以我为主，但是就是如果说要求的话，就是可能就有一些不太 OK 为什么？然后会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吧，然后他年龄也比较大，然后我们都有这种35加的工作焦虑。好，然后呢，接着说。
然后但是跟他相处的话，他对我很好。说2号呀，说2号，说2号，说2号。然后2号的话是认识的一个做生意的阿姨，然后她儿子比我小1岁，然后他们家做生意的，但是在口罩期间赔了大概有1个小目标。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口罩期间，然后这姐姐又想把她儿子介绍给我，然后她儿子的话可能有一些就是矮，然后胖，就是外表不是很好，然后当时觉得差距比较大，然后家庭差距比较大，然后就婉拒了。然后上周的话，这个姐姐又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很骚操作问了一下，我说如果对方考虑结婚的话，然后也可以，然后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2个男生，然后应该怎么选择？然后如果选第一个的话，我大概率可能就不能要小孩儿，然后还有一些担心自己未来会后悔，然后如果第2个的话，可能按我的恋爱经验和能力，感觉有可能 hold 不住，有啥 hold 不住的呀？这不是人家妈妈给你介绍的呀？对。我跟你说个大思路啊，姑娘。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说个大思路，就是你之所以现在想要去找谈婚论嫁的对象，一定是为了解决你某一重焦虑。你明白这个大思路吗？如果我没有焦虑，其实我也晃到37了，我也自己有工作，对吧？其实我完完全全可以继续晃。我之所以现在为什么会升起了这个念，这个念有了，我从来我以前好像对这个事儿是吧没有那么 care， 但是为什么此时此刻我对这个事儿会 care 起来？我想做这件事是为什么？是因为我的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些焦虑，我认为这些焦虑需要靠一些外力去解决，知道吗？你现在的焦虑，我认为是2个焦虑，我听下来啊。第一个焦虑是长久的经济支撑的焦虑，因为你37了，你对于你的事业发展其实是有点迷茫的，因为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年龄不知道确不确定未来还能保持这样强的一个事业上的竞争力，而且因为你现阶段是拿你所有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到你的事业里去，才能拿到你年入大概50万的这个结果的，对吧？所以有一重焦虑，是不是这个焦虑？是的。好，这是第一个焦虑。第2个焦虑就是来自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的生育焦虑，因为你到这个年龄了，你觉得哎，我现在是吧，我再不搞的话，万一我未来2年可能我娃会生不出来，你会不会有这个焦虑？是的。好，所以说你看很明确，对吧？我为什么要去对碰？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连这个麦？哎，我找个人结婚那干嘛？是因为我生命当中我行进到这里的时候，我产生了这样的2重焦虑。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借助一个外力，是否能够解决我的2个焦虑，至少其中1个焦虑，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它才叫有效动作，有意义的动作。所以在你的1号男嘉宾跟2号男嘉宾当中做选择是非常清晰的，因为1号男嘉宾不能解决你的任何焦虑。如果你找1号男嘉宾，你这个动作是无效动作，他既不能解决你的生育焦虑，也不能解决你的经济焦虑，那你找他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维持现状呢？所以说1号跟2号你只能选2号，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难选。如果说你说你2号处不明白处不好是吧，我起码也知道我找男人的目的是什么，我抱着明确的诉求明确的目的未来再去找，但是在1号和2号之间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就是感觉可能第一个相处的比较融洽，然后后续你不是为了相处融洽去找对象的。你看，所以为什么我每一场直播都在讲一句话，就是目标为导向，倒推我现在的动作语言，对吧？我们不能用情绪为导向。你说哎，我跟这个人相处的好像还挺愉快，愉快是什么？愉快是情绪，但是你的愉快不挂钩你的目的。如果不挂钩你的目的，那么你这个焦虑就解决不了，你这就是个无效动作。你这个开心一时，你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明白。然后那如果说推进第2个的话，因为我本身就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然后
就是感觉我如果搞不成就当积累经验，但是起码你跟2号他能挂钩你的一部分焦虑，对吧？明白。然后另外的话是他们就是2号的话，他家在在口罩期间大概赔了一个小目标，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当然肯定比我的条件还是要好的嘛，然后那有必要做一些财务风险的规避吗？你有啥财务风险？要规避也是人家规避，关你什么事儿啊？就是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债务嘛，担心的是这个。你想太多了啊，想太多了。他们家目前有什么资产情况你知道吗？我具体的不太清楚，只知道之前赔过这个账。赔过多少不代表什么呀，人家能赔1个亿，说不定人家好多个亿呢。对不对？关键是在于能不能支撑到，能不能支撑你的物质诉求，这个很重要，对吧？他有了物质诉求支撑，可能他也能支撑你们去 DIY， 知道吗？很多事情啊，它是顺着来的。你解决了大焦虑，后面再去想快乐的问题。那我这个有必要1 v 1吗？如果你找2号男嘉宾的话，可以试试。好的，好吧，谢谢，没有其他问题了。拜拜。谢谢。你看啊，我们看问题，我们给解决方案，永远的思路都是在于跟我的目标强挂钩。你们很多时候是忘记目标，知道吧？你明明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是有动机的，是有动机的。我们任何一个动作一起范儿就有动机，对不对？你一定有动机，你怎么会没有动机呢？但是呢，你们很容易在情境过程当中啊，忘记你的动机，忘记你的目的，忘记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这么干，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就是在耽误时间。就是围绕目标所做的动作啊，会为你带来长久的快乐。但是那些不围绕目标，只因为当下的情绪而做出的动作，它只能爽一时，它就爽当下那一会儿，知道吗？当你完成了解决了一个大的焦虑，解决了一个大的目标的时候，你会让自己觉得很有信心，很有信心去面对接下来的困难，对不对？所以说千万不要被自己的情绪蒙住了双眼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等大家。来下一个。有人说你是在读稿子吗？学学你好，不了解我的实力，完全是。Hello， 你好，你说。我的这个有一点长我的基本盘是超一线独生女，资产 1.5 个小目标，28岁，长相6.5到7分，本科。然后我现在没有上班，是家里给米。然后我的缺点是不会哄人，然后那个情绪价值提供的不到位。然后那个我老公是新一线的一个小镇里，然后他也是本科，跟我在一个城市念的学。然后他家里是资产1个小目标，长相6分，29岁，有一个亲姐姐。他就是初3的时候在我这个城市然后上学，然后我们认识了，就是在一起了9年，然后围内4年，然后现在是没有球。然后他以前是对我非常好，他之前是在自己家的公司上班，然后家里那个公司是做厂房收租的，然后他爸爸1年给他80到90 W。然后我跟他是从21年开始，就是2个城市两边跑。围内的时候呢，我妈在他的城市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当时是写他的名字，大概400个 W。然后我发现他劈叉了，然后我就改成我自己的名字了。然后他就是每个月。他之前每个月给我2 W， 然后平时每年会花10 W 给我买礼物。然后他自己是那种很喜欢买表买奢侈品的那种人，然后不攒钱，然后加上结婚的时候给我的米和这次我发现他劈叉
起跳要的米，然后9年大概是430个 W 吧。然后我们就是10点半这几年不是和谐，今年是备孕的状态，然后8月底我们异地了1个月，然后我发现他劈叉了那个 YC 女，然后当时我知道他们认识了3个月，不知道进展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一起打游戏，然后他找那个女生去订酒，然后我发现后就特别生气，跟他提了扯证儿。他就是认错跟我说给我米，然后房子加我名儿，但是那个房子呢是围城前的财产，还没有贷完款，就是没有还完贷款，然后要2年以后才能加我的名字。然后他那个米给的也特别不痛快，然后我就查他账单，然后发现他还给女生买礼物、约会、吃饭，然后他就是发现我知道这件事以后，他的态度就变了。然后他就是把责任推给我，说我强势打压他，就是说我也占50%的问题吧。然后后来他爸妈就逼着他把他就是所有的钱、所有的米转给我，然后工资上缴，我每个月给他1.5 W， 然后签了婚内协议，然后我们后来又异地了20天吧，中间有吵架，然后我就发现他有2个地球号，但没有证据。然后从那天起，他要开始每天跟我说是50%想扯证儿，然后持续了20天。然后我后来又发现他有2个那个手机号，吵架以后他就跟我提出要扯快乐证，然后说给我半套房子，就是大概是200 W 左右吧。然后跟我说以后想找一个以他为中心什么都听他的女生。然后他提出扯证后，我就回到自己的城市了，我就发现他跟这个女生就没有断。然后我们本来上周就过了那个扯证冷静期，可以去扯了，但是他也没有跟我提，感觉可能他又有点犹豫吧。然后我就是按照那个金贵教的那个写了一个后撤的小作文，然后2天以后他给我回复，也没有说是到底是扯还是不扯，他就说他就想扯是因为那个签那个婚内协议，然后还有我查他手机比较疯狂吧，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把那个金钱上缴也不是很满意，然后他还问我之前就是特别恨他嘛，骂他，然后他问我又不想扯证的动摇的点是什么，然后我的诉求是我要扯这个快乐证嘛。因为如果我就是不扯这个证的话，我就要去他那个城市，去陪他，因为他现在在那边创业。你为什么会跟他异地？因为就是我们一直就是两边跑的这个情况，只有今年异地了1个月，之前就是可能我在我这边待2个月，然后他就是陪着我，然后我比他晚2个礼拜吧，再去他那个城市。不是这个异地为什么非要异地呀？你们干嘛？你是有事业还是有什么东西支撑你们2个人到处跑？没有，我是没有工作，因为我在他那边城市很不适应。因为我是在北京这边，然后他那个是一个小镇里，很破。如果你们要常年异地，那么你是不可能让他不劈叉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明白，就是你要不劈叉有大前提啊，大前提是你能满足他的这个是吧，身体上的这个东西啊。你这个东西的频次如果达不到的话，上下2个钱包就没管死啊，上面一个钱包，下面一个钱包，对不对？上面一个钱包就是米，下面一个钱包就是那玩意儿，对吧？10点半以后的事儿，你2个钱包不锁死，他有精力、有时间、有空间，他一定会干这个事儿的。那么他就是个必然结果。那你就不能，你既然觉得我就喜欢这样，我要在我这个城市，那你既然是用这个东西换取你在北京的自由，那你就不要管他了呀。因为我之前心态就是有一点不太平衡吧，因为我的经济条件、家里条件比他好一些。哎呦，这怎么样呢？你经济条件比他好，所以呢，所以他就能够忍着不那个啥。你这是一件事儿吗？你经济条件好怎么了？你给他花钱，还是你把你们家财送给他了，还是怎么样？也没有，那不就结了吗？利好是什么？你们也是光环，也是羽毛啊，你有给他什么利好呢？真正体会到他身上的利好是什么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可能就是面子工程。没有利好，没有真实的利好，面子工程是给他爸妈的。对，没有意义啊！人到最后是吃到嘴里的，身体上感受到的，对吧？所有的五官跟五官相关的东西啊，是跟五官相关的东西是真实的，其他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
你如果说你做不到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就不要管他呀。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是在牺牲他的忠诚度换取你的自由度，明白吗？明白。对呀，如果说你要他的忠诚度，那么你就要牺牲你的自由度去换他的忠诚度，这两个里面你要选呢。你不能又要他的忠诚度又要你的自由度，这个不可能双向达成啊。对，这一点我是知道我是有问题的。然后呢，就是我因为这件事儿以后，然后我就是心里一直不太舒服，我去做了那个心理自某询，然后人家就说他可能有一点自恋型人格吧，然后还有回避型人格，然后我就感觉他心里不太健康。哎呀，小姐啊，我真的怕了，我可能啊，我不专业啊，我在这里，我首先给所有干心理学的人，我先道个歉啊。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有些事情啊，它就是在物理跟生理层面上，它就是不成立。没有必要扯到心理层面，知道吗？在物理层面上，在生理层面上，它都不成立的事儿，你扯心理层面干什么呢？他不可能的。我跟你说，你别说是个男的了，你正常的，你像我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我都不接受异地恋。你别说男的了，谁要跟我扯异地，我不可能。我告诉你，我对你的忠诚不能超过2周。就这样，因为我们不是长期异地，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几个月有1周2周的那种。姑娘啊，我告诉你，这个男的呀，他有钱有闲，懂吗？有钱有闲加有心，我们只能让对方做到有心无力，我们不能让对方做到没心，明白吗？这是不现实的。你想要约束他的忠诚度，你就必须得给他看住。看住怎么看？是要让他把他这个东西用你身上，他就能被看住。如果你说我也不能跟你怎么着，然后你还要把他看住，那看不住，不可能的，只会让对方觉得很反感，因为他有这个需求，他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你用强势的条例去打压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们家的钱不给他花，你对他没有经济制裁，没有武力制裁，懂吗？懂。那您觉得我要不要去扯这个快乐症？因为我不知道他你扯快乐症是这样，我跟你讲啊，快乐症不是不能扯，但是你对于男人首先你要明确，好不好？你如果跟他扯快乐症，你下次找男的你也是一样的，你要找就是不能够异地的，首先是找北京本地的，每天就能把他看住的，你也能看住，下半身也能看住，2件事能看住，那么能保证他的忠诚度。要不然的话，你别扯别的，好吧？就是他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本事吧，就是主要还是靠家里。就是我也是很犹豫，就是要不要扯，还是说要不要挽回？就是如果不扯的话，就怎么去挽回呢？不用挽回，因为我们也没有求你跟他一起住就行了，很简单。每天住在一起。那我要去跟他谈一下嘛，因为他现在也犹豫，就是我看他因为这个扯证是他提的，不用谈。你直接就说，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我们先回来吧，先一起住一段时间再说，先住个半年再说。就直接跟他说先住个半年，因为他现在他的城市创业，然后住的话只能我过去。对啊，然后肯定是你过去啊，肯定是你过去。因为那个没得谈，因为那个他提的扯证，然后我父母现在对他意见很大，就是也不太同意我跟他继续在一起了。那就不要问我啦。但是因为我觉得还有感情，那就不要问我啦，好不好？我的意见给过啦。明白。拜拜。谢谢。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对吧？我的意见永远都是基于你们内心当中想做的这个选择给的意见，你们懂吗？你们能不能明白？就是我的意见是这样的，除非你这个事儿太稀巴烂了，我就是强制性的跟你说这人不能搞，这人稀巴烂，对不对？但是我的意见，如果说这个人没有特别稀巴烂的情况下，我一定是基于你内心当中想要的那个结果跟你给方案的。就这个事儿没有到了说完全不能够就是容忍的那一步的时候，我都会按照你内心当中想要的那个结果跟你给方案，不是按照，我跟你们讲，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总是会因为一些社会的约定俗成的条件来做因果论。因为你的条件好，因为他的条件没你好，因为怎么样，是这样的啊，条件是条件，但是你条件再好，你的这个条件给对方造成了什么价值呢？对吧？女孩子是这样的，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很多大龄女生，她为什么
不谈恋爱呢？他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他总觉得自己已经能挣得这么多了，是吧？他怎么就不应该再找一个条件更好的男的呢？男的的思维里头是什么？我找你这个条件，你又不把钱给我花，对不对？那你这个条件于我而言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他就会这么想问题啊。你把钱给我花吗？对不对？我现在找一个20岁的女孩子，她虽然没有你有钱，但是你跟她一样都是让我花，那我当然找她，我不找你，因为你的好没有落实到我身上。所以绝大部分的男生，他们如果要找条件，他们一定要找的是老丈人的条件，他找的不是你的条件，知道吧？因为老丈人如果只有一个女孩，那么他一定会把他所有的权利跟优势用在他这个女婿身上，那么这个好会作用于他。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成功女性，或者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女性，你的优秀只作用于你自己，不作用于他。如果说当你作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没必要，对不对？因为他会觉得我找你，你又不给我花钱，你又不给我资源，你又不给我平台，我为什么要不停的忍让你呢？对吧？所以你们不要，就是包括你们跟你们自己的家长都是一样的，自己活在自己的对这种自我陶醉里头，是不是？我家就是条件好，你这属于自我陶醉，你们家条件好，你给人啥了？对吧？这是不是这个道理？不能说你说你撇开你的条件来说，那你的年龄、你的颜值真的能够跟别人20岁出头的女孩子比吗？不一定的吧。你的颜值、你的这个身材优势、你的气质、你的性格优势，真的不一定的，知道吗？你是收入比那个女生高，可是呢，你的脾气可能还比那个女生大呢，而且你的钱也不给她花，最后不是一回事儿，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的直播间啊，以及想要了解我们直播间每一场的直播金句总结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面等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蛋蛋说话。曲曲，你说。刚刚曲曲能听到吗？你说。好，我今天其实是来咨询这个婚恋问题，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是32岁，是海外本硕 Top 50，然后在国外待了有小10年，有海外的绿卡，目前在上海是落户，颜值有7分，年收入是70到100个，没车没房，但是存款有150多个吧，因为之前也没有注意积累。那家里是北方3线城市小康家庭吧，父母比较开明那种，然后也比较注重对我的教育。男方的情况是他34岁，上市公司搞研发的技术管理岗，年入100多，颜值在男生里算6.5分吧。超一线城市有车，房子是刚刚贷款，然后明年交房。我们两个相识是在2年前在软件认识的，中间他积极推动下，断断续续有见过4、5次。主要是因为我态度比较冷淡，所以也没有确定关系。他后来跟我说，他这2年也一直在对碰。也最后坦白说选我，其实也是觉得可能我比较优秀，没什么短板。那今年9月份的时候开始平台约会见面，然后11假期就出国旅行中确定了关系，目前在稳定的推动结婚。他在这个过程中比我会更主动，顺利的话应该是元旦或者春节见家长吧，见双方家长，然后明年在规划领证中。我选他其实是他的优点有这么几个。我们确实比较聊得来，也能玩到一起，跟他在一起不内耗。他对我的工作也能提供一些引导。然后第二个是他确实很真诚，认真在推动婚姻。比如说之前的工作变动涉及异地问题，他会很认真的征询我的意见，然后呢会给出解决方案，让我看到他的诚意。第三个是有一定的付出意愿，生活上他买自己的东西就会想着给我也买一份，虽然金额都不大，然后出去的开销基本都他承担90%吧。
然后出国旅行也是他承担，我平时就偶尔付一下。然后也主动提到婚前的房产会加我名字，或者在离我工作近的地方再买套小的，因为我手上也有个房票。然后将来的工资卡开亲情号，或者给我看消费记录啥的。但是他不想工资完全上交，不能自己完全支配。第4个就是情绪比较稳定，性格好。那我的问题呢，其实第一块就涉及到这个就是金钱方面吧，这是一大块，然后会牵扯到几个小问题，比如说对走婚恋的这种关系，我需要去引导大额付出吗？因为他确实没有送过我什么大件儿，都是送的生活用品。我偶尔看心情会要个小的嘛，就是几百块那种。但是几百块也太小了吧？你这个人家年入100万，你也不要个什么10000把块钱的东西可以要的呀？我不知道咋开口，因为之前就是确实你还是太硬了，你太刚了，你太刚了，怎么开口？你太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撒个娇就下来了那个事儿，这还有什么不知道咋开口的？逛街逛着逛着就是喜欢这个，我想买，你送给我呗，就结束了。就是比如说买的也不用说很接地气，或者说生活用品，就比如说项链包什么，就是开口买，当然可以啊，是这种，当然可以啊，就应该这样是吧？不是应不应该，就是说你真正到了节日啊或者生日什么的时候，你的礼物总得吻合你的生活条件跟他的经济收入吧？明白了。这个几百有点，也就要我一个什么苹果的手表，然后他说肯定会给，就是他很轻松就答应了。但是再大额的我没要过，我之前男人送我都会赶紧的再回一个礼那种。哎呀，金贵关系看一看，小姐。好的，去学习吧你。哎呀，太傻了。好的，行，就是往1、2万这种去要没什么问题。1、2万是基础，1、2万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再往上的话，其实5万以内都是 OK 的，是吧？是这样，你们如果真的谈婚论嫁，以谈婚论嫁为前提，真的还是可以要，比如说一些珠宝首饰啊什么的，知道吧？或手表啊这种东西，对于作为结婚之前的这种，或就是结婚的礼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要个什么10几20 W 的问题都不大。他不会觉得我很那个什么，是吧？这是时机，就是哎，我的妈呀！所以说没有学习的人，我跟你们交流的很费劲，知道吗？你现在下去把我们金会好好看一看啊。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就是说，其实要什么东西啊，只要是这个人的承担范围内的问题都不大。这个关系它不会因为你开了一个口去崩，之所以会崩，是因为你的时机跟态度不对，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今天大家都很愉快。是吧？然后呢，又谈到了这个事儿上，哎，他也很开心，你也很开心。你可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你说宝宝，你说我如果要结婚的话，你说我什么都不想要，但是我特别特别特别想要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不太好？像这样开口，就对方说什么东西，你就跟他说，可是别人都觉得这个不值，可是我就是很想要。他什么？我想要一个钻戒，我就是想戴一个2克拉的钻戒，我就特别羡慕别人女孩子戴2克拉的钻戒。我觉得带着2克拉的钻戒才能说明我这个婚姻是特别结的特别的值，选的这个人特别的对。就是有些东西他根本就不在乎，就你开这种口，就算人家拒绝了，这个关系也不会崩。你觉得我跟你这么聊天，你说我不想买，这会崩吗？不会崩的，懂吗？不会崩的。你只会说会更改诉求，有可能更改一个他更认可的诉求，有可能，但是绝对不会崩，懂吧？明白了，好的，好，这个我去写一下。我刚刚写的那个，我就是复述一下就好了。然后注意态度和语气，是吧？对的。然后第二个话就是，我该怎么让他把前面的承诺呈现？比如说他说的买房，比如说工资卡上交，什么时候提会比较合适？啥时候提都行，你按我这个，你先去学习吧，好吧？你学完了就知道啥时候提了，好吗？好的。这都是小问题，这都不是问题啊。那我在相处的过程是不是也要适当的付出啊？就是他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觉得他太抠了，我确实没怎么给他买过东西，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的，你天天让别人送你几百的东西，那你也是不想花钱。你只管让他给你送1、2万的东西，你再回馈个3、5千的又怎么样呢？好的，好吧，明白了。好，就这样啊。然后，我们时间到了啊。如果结婚的话，我们该怎么规划这个家庭的花销？比如说，是钱应该混在一起嘛？就比如说，
之前因为工资卡这个问题闹了点小不愉快，我是希望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管，然后他的工资卡给我开新钱卡。那他是想双方一起财务公开，因为我跟他赚的也差不多嘛。那我提这个是因为他前女友赚的就不多，在上海不够花都是他养着的，然后我就觉得心里不平衡。那为什么我？哎呀，行了吧？你们之所以不平衡，是因为你们段位太低了。别人能示弱，别人1分钱不挣，别人能示弱，别人能舔，你能吗？你想扬着你高傲的头，想把人的钱收过来，那不行。可能是就是这样的，站着要是要不来的，好吧？站着要是要不来的，你所有的逻辑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其实你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应该怎么示弱呀？琪琪，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举一反三啊，就是撒娇，就是撒娇，就这样。好的，明白了，拜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时间了，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站着要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站着要的问题，知道吗？因为你觉得你优秀，你觉得你跟他2个人收入相当，你觉得你是独立女性，你觉得你不缺人追，然后你总觉得就是说，那我怎么能开口？那我开口我多掉价呀，是吧？我找他拿了个礼物，那我怎么能这么点礼物？我又不是自己买不起，对不对？我跟你们讲，你们别看我这样，我是那种哄了别人几百块钱的红包过来，我都会说，天哪，我今天又晃了几百块，我都会这样的，你们知道吧？你们看我每一次，你看小爸爸给我送礼物，总有人说，哎，小爸爸给你送多少钱？搞这么 low， 别人该你的，别人欠你的。你们看小爸爸每次给我送礼物是吧？人家刷嘉年华干嘛的？是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是的，我们年收入肯定不低的，对吧？那你说实话怎么着呢？那是的，人家送个几个 W 的礼物，在我这也不算个什么。那怎么呢？就因为人家送了我几个 W 的礼物，我觉得不算个什么，所以呢，我就拽着。那你送什么是应该的？我配，我值，我配是一回事儿，但是人家消费了，你必须给别人正面的回应，对吧？你要让他觉得，哎呀，他在你这花钱花得很开心，没有任何一个人欠你的，该给你的，就因为你优秀，就因为你牛，你优秀你就自己花。对不对？你别找我，你就自己花就完了呗。你花你的，我花我的，不行你再给我花点，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就是独立女性，你独立来独立去，然后你就让那个男的觉得那你就独立着吧。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不会让人觉得就是说他给我花任何1分钱，我都会有一种就是说我没有任何1分钱是我应该的，你不是应该的，你给我的任何付出都是基于你的爱，你的关心，对吧？是基于你想让我变得更好，你想为我付出，所以我就是得感激你，对不对？你就得有这种态度。你谈什么生活费，谈什么收入上交，你动不动就是那他凭什么以前的女朋友那么穷又没收入，他还给人养着，那现在他找我这么好的，他还不给我花，就是因为你不用他养，所以他就不给你花，就是因为那个女的没钱，他才给那个女的花，对不对？你有吗？你自己花呗。人家是穷嘛，人家没钱嘛，那我不给他花，他得饿死，对不对？所以你们的表述应该是什么？你想让一个人给你，你首先就是顺着摸，对不对？我是不是跟大家讲，你要你的语言讲出来，在你的脑子里构思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到底是一脚把人踹飞的动作，还是我在拉你，我在推你，是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你要想一想，把你的语言形象化，对不对？如果你想让对方把收入给你，你说那以后我们结婚了，你会把你的收入都给我吗？好，是吧？你是不是可以这么聊？你们肯定不会这么聊。那你收入要上交，这个哪个，这聊不下去，对吧？你会把你的收入都给我吗？首先是试探。好，他说我还是希望我们2个人的收入都放在一起。这个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想着啊，他有那个前任1、2、3、4、5，对不对？好，拿这个话说来说事儿，但是不能说那你对你那个前任挺那个的啦，那你对我不行。这个话怎么讲？这个话是本来呢我是不想让你上交你的收入的，可是呢我觉得你对你的前任好呀，我忍不住我就想拿我跟他对比。那你说你愿意给他花那么多，你还愿意养着他，那我不花你的钱，然后你也不养着我，是不是说明其实你觉得你比较爱他，然后你没有那么爱我，
对吧？这话得这么聊啊。那你再看他怎么讲，对不对？那这样子，那退一万步讲，对不对？那你现在要是觉得，你觉得我也能挣钱，你也能挣钱，那你就这样子，我们2个人呢，先把钱都放在我这儿，我先管1年。要是1年以后你觉得我管的不好，你再拿回去，对吧？我们总而言之就是不达目的死不罢休。但是这个达目的怎么达呢？你得让别人心里舒服，知道吗？哎呀，说到这份上了，这钱不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是说到这份上了，对吧？是不是？或者你不是说什么开亲密付这个那个的吗？对吧？那我偷偷问一下你，你给你的前女友每个月开多少的亲密付？我先跟你说好啊，你要是给他开2万，你得给我开4万，你得证明你对我的爱起码是他的2倍，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咱们俩结婚挺没意思，对不对？这话是这么说的呀，你们做得到吗？做不做得到？你这都做不到，你就别问我为什么我比他优秀，他不给我花，他不给你花就是应该的，知道吧？来，他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以及想要找到我们的直播金句总结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头。所以说其实我跟你们说，男人看我们的直播间看长了时间，他也会黑转粉，知道吗？因为其实很多男的他们没有遇到过真的会给情绪价值的女生，所以他老是会觉得给情绪价值要米是在骗钱，其实不是。很多男的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圈子里头啊都没有这号人物，每个女的上来都是抡每个女的上来都是站着要，上来都是觉得你就该给，你就该付出，你不付出我他妈就要跳脚，他们就是绝大部分时候遇到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理解这件事儿。但是他们看我们直播间，其实看长了时间他就懂了。我跟你们说，我们有个直播间，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大客户啊，他是什么？他是她的男朋友把他推过来看我的，她男朋友每天把我的直播推给他，就说完美老婆开播了真的，因为她男朋友特别富有，然后他每天就完美老婆开播了，完美老婆开播了，然后他就让那个女生来看我，人家给他买几个亿的房子，那男的给那个女的买几个亿的房子，你们知道吗？就是这样的，真正愿意付出的人，他就吃你这套逻辑，他就觉得反正我都愿意付出，我必须得付出的舒舒服服，心甘情愿。哎，你把我这个毛捋得顺顺的，我就觉得我获得了极致的消费体验，知道吗？所以说男的看我时间看长了，他们也会黑转粉的。来下一个，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就我咨询普通婚恋，然后我本人是27岁，快28了，明年就28，然后学历是国内985本科，国外是 top 研究生，然后男朋友是我的研究生同学，比我大3岁，然后我收入是100，然后他大概150，然后我们已经谈恋爱谈了3年了，但是3年里面其实在吵架，然后第1年是因为他联系前女友，然后各种被我发现，但是也只是聊天，然后也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一直聊天打游戏。他还跟我说他梦到前女友啥的。然后第1年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次大的争吵，也是因为这个前女友吧，然后打游戏什么的，就是他主动邀别人打游戏，就别人可能已经想断掉，但是他这边就还一直揪着不放，然后争吵之后，他那个时候就想找前女友，但是被我挽留了，也有现实原因，因为他前女友在国内发展，然后他也没有下决心。你重新连一下来，重新连一下，有点卡，稍微。Hello， 哎，接着说。现在还卡。好，接着说。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跟他前女友的发展路线不一样，他前女友要在国内发展，然后他没有想好要不要回国。对，然后后来就争吵，还有因为他经常和一个他认识的学妹聊天，那个学妹也很厉害，然后他们聊天很频繁，也没有做出格的事。但是你有戴耳机吗，美女？没有，怎么有点听不清你说话呢？我换一下网络。好，现在好。你接着说。然后是认识的学妹聊天，然后也是聊天很频繁，会分享生活，然后也没有做出格的事。然后会叫别人昵称，就比如说那个学妹昵称叫小大胆，然后我看到她聊天记录就有那种我家小大胆太厉害了这种话。对，然后每次被我发现，然后他都不愿意给我看他手机，然后对我也挺内耗的。然后因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生活琐事吵架，比如说他不愿意早起，我工作原因要早起，然后就是有时间问题。然后10月份其实已经订婚了，彩礼什么的都给了，但是最近又爆发了一次很大的争吵。然后我又看到了他又和学妹分享生活，然后当时要分手，他没有同意，但是后来，就他那边就慢慢的冷淡下来了，他就说他真的很累，真的累了，然后也怕结婚后还是这样争吵，然后他也说他真的很想前女友，然后说前女友很温柔，肯定不会这样争吵。然后他每次提这个前女友，他都哭得很厉害。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还要继续吗？然后以及怎样继续？是这样的啊，能继续的前提是你要完全做出反人性的动作，就看你要觉得这个男生值不值了，知道吧？因为其实本质上的原因是在哪儿呢？是在于你跟这个男生他的性格有点不合。这个男的他绝对是属于吃软不吃硬的这一型的。从他说出来的那些话，他跟他的什么学妹对话的这个状态，他就是那种喜欢别人娇滴滴示弱的这种人。你一定不是这一类。他之所以要选择你，是因为你的条件很吻合，就是硬条件很吻合他的择偶指标，但是你的情绪上的条件其实是不吻合他的，他想要的不是你这一类。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男生有价值，或者说让你觉得我觉得有必要，我想去再把这个关系整一整的话，那么你需要完全改变对他的态度。比如说如果你是什么样子的，他其实是会有可能去断掉他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呢？一定是你发现他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的时候啊，你的第一反应啊，一定是示弱，会哭啊，对吧？会觉得伤心啊，难过呀，就觉得你怎么会这样？你为什么要跟他这样？我好难受啊！他是吃这一套的人。如果你是这种路子，他很有可能他就觉得哎呀，算了，我不能让这个女生太伤心了，算了，也没太大必要，他有可能的。但是你的路子完全是反的，所以你其实这个问题是在于你觉得值不值当的问题。对，因为我也快28了嘛，然后在这边也没有其他特别合适的人选。然后我可能又稍微有点情感洁癖啥的。我给你方案了，如果你觉得值当，你就得按我说的方向去调整。如果你觉得没必要，那就算了，那就换一个能跟你两个人性格更合的，他就吃你这套，我就跟你干的这种，要不然的话不行。就是以后就算结婚了，也肯定什么？就算结婚了以后，肯定也会一直吵架。不是我说了呀，得按我说的路子来呀。就是我要改变自己，如果我要继续的话。对的，因为我们相当于是把脉，就是把到这个男的的脉了，我就知道他吃这一套，我就按这一套路子打。
如果说你做不到，那就等于说了废话啊。那做到这个，你觉得正常人的话，如果他的性格本来就是比较强硬的性格，就是他可以比较容易的改正过来，自己就是以后遇到这些问题要以软方式处理，而不是作为吵架的方式。可以啊，只要你对这个人的诉求够大就可以。如果你对他的诉求不大，那可能就很难。对，然后他也是说，他就觉得他非常累，因为我们就是他也是直接跟我说过，他就是喜欢我的身材啊、长相，然后学历这种，但是他就说他不喜欢我的性格。我们觉得不用重复信息了，我给你的方案一定是很精准的，因为你跟我说几句话，我就能摸到这个人的脉，知道吧？我知道他是个什么路子，所以我告诉你了，你要对这种人就得那种路子。你现在肯定是反的，你能做你就做，你不能做，你可以试着1v1做一下。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值当，那么最后还是崩就算了，就是努力过就算了嘛。如果软的像你刚才这样说，他还是和别人聊天呢，那就算了呀，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但是我看来啊，这个男生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就是吃软不吃硬的这种人嘛，很简单其实。就是如果我跟他撒娇式的提，就是可不可以以后不和他们聊天？不是撒娇式的提，是你要用一种非常的那种委屈跟那种爱他的状态，表达出你对于这件事情的难受跟不舍，就真的是让人家觉得那种楚楚可怜，他吃这一套。对，他就要表现出来很爱他。对啊。哦，好的。你不行你就下去1v1好不好？让老师给你指个路，你就按着那个路子你就演一演，好不好？好的，好，拜拜。谢谢。哎呀，我跟你们讲，你们知道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看1v1案例看多了，一个人呢，他的语言习惯，我就大概能扒出来他的性格特征。就我跟你们讲过了的，一句话不是莫名其妙的被说出来的，一个动作不是莫名其妙的被做出来的，知道吗？所有的语言和动作一定有着背后的成因。就好像我跟你们说，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吃软不吃硬的人，我就特别了解我自己。你要是跟我硬，我他妈比你还硬。但是呢，你要是跟我两个人啊，你要是跟我就是示弱呀干嘛的这个那个，我就觉得算，我就这样的人，我自己都很了解我自己，知道吗？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路子，就看你对这个人有多大需求咯，是不是？我们在看很多的 EV 案例的时候，虽然说我不见他，我不用见这个男的，但是其实我只需要看他的聊天记录，看这个人的语言习惯，我就大致会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性格，我就能分析出来，因为我们见的案例太多了。就这个男的，他就是什么，他跟那个女的说什么小什么玩意儿的，他刚才说了个什么什么小什么玩意儿的啊，就这种话一说出来呀，他就是那种喜欢怜香惜玉的那种人。谁呢？贾宝玉，知道吧？他就是喜欢怜香惜玉，就是你在他面前吧，你就得是那种无助迷茫小大胆，他说小大胆是吧？这个名字他给人起的这个名字小大胆，他给人起的这个名字就已经非常的确定了，他就是那种喜欢把女孩子就是当着就是那种娇艳的小花朵小白兔那种感觉，知道吗？他觉得你好可怜呐，你好可爱呀，我得保护你，就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这种人呢，他是很容易搞的，他很容易，知道吗？他很容易很大方，你只要卖惨就行了的，就是卖惨。那么卖惨，你说我年薪这么高，我这么优秀，我怎么惨得起来呢？那不是，人会因为什么而惨？人会因为我爱的人不爱我而惨，人会因为我爱的人爱别人而惨。
人会因为我爱的那个人把给我的爱分给了别人而惨，知道吗？我什么东西我都不惨，我就在你这儿我变得很惨对不对？而且啊，我跟你们讲，就这种男的吧，其实说实话，我跟你说，心软的男人他是属于心软的这一挂的，心软的人他是很容易被拿捏的，心硬的人才难。真的，一个人杀伐果断，是吧？说一不二，这样的人他反而非常非常难搞。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哎呀每天的对这个小动物啊那个干嘛的，他就觉得哎呀大家都好可怜啊，大家都好需要我保护啊，其实这样的人特别容易拿捏知道吗？因为他这个人有明显的软肋，是不是？你只要一直往他这个软肋上打就可以了，多对着镜子练一练，就练那种眼泪在眼珠子里头打转的那个状态，啥也不用说，是不是？看到了就开始，就是眼泪就开始打转，是吧？我好难受呀，我好痛苦啊！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你是这样的，你跟别人聊天，可是我还离不开你，我好恨我自己啊！搞这一套，知道吧？100%吃这一套，都不用说，都傻的他妈要死。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直播间啊，害怕找不到我们直播，以及想要知道我们每一场的直播金句总结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等大家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喂。哎，你说。你好。你说。是我。很高兴认识你啊，人在平台刷到你，看了一段时间，觉得很欣赏，很认可你。也是因为认识你，改变了我一些认知，调整了一些状态。我呢就是一个普通人，故事比较下沉，请大家多多包涵。好。说。我的基本盘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市，房价大概在1到2万，原生家庭很普通，出生在农村，白手起家，学历是高中，形象有7分，现在年龄是45，男嘉宾比我大12岁，不能给身份。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我21岁的时候，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借用了3个月。然后3个月里被动发生了，也是我的第一次。然后那时候比较年轻，什么不懂事。3个月以后呢，就自然就断了，也没有什么善后，也没有再见。这个事情确实留在我心里是个梗。但是10年以后呢，我们很巧又再次遇见了。然后他很热情的靠近我，于是我们又在一起了，一直到现在。就很后悔没有早一点认识像曲芷这样头脑清醒优秀的人，不懂得让自己向上社交，给自己赋能。那在一起这么多年期间呢，其实付出也不多，就是节假日转一点小米，平时呢多吃2顿饭，情绪价值给的很多。我们10点半很和谐，可能一半是因为我的恋爱脑，一半也是因为自己能赚到你，也没有提什么要求，追求着开心的过的就好了。我的那位关系呢，是因为在农村嘛，那个年代年纪轻啊，比较下沉，也是下嫁。在遇到这个男嘉宾之前呢，也关系也一直不好，最后还是扯了快乐证。快乐证扯了有3年。那之前呢，和男嘉宾在一起，他每年大概付出4到5个 W。出了围城这3年呢，每年大概付出10到12个 W 左右。主要用于是提供给我孩子的学费，还有交某保某险、节假日红包、礼物等。承诺明年给买一个30 W 的车。这个承诺也是在我不断的提诉求之下，他才答应的，但是不是太爽快。
之前不知道他是个什么类型，总是觉得吧，他是我的人生老师，就好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态度，还有察言观色啊什么的，就是从他身上学到的。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思虑周全，按计划推进，面面俱到，场合上都是一副真情流露，然后下了饭桌呢，好像又不怎么瞧得上别人，好像全世界只有他在按照标准在做事。他很享受自己的小世界，就这么多年有一群人在他身边，一直都喊他哥，他一直都是以哥的身份自居。但是在我看来，大家这么多年在他身边也没有什么成长，也没有什么提升，因为确实他也没有提供到什么有意义的价值和资源。然后我暗示他说，在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他说他享受孤独，没有意义的价值的人和关系他也不愿意接触。之前呢，他是有办一个小工厂，成绩也平平，后来企业转型自己不生产，做一个品牌的代加工模式。他第一套的产品模型还是由我提供的，后面的渠道经营模式也是在我们的讨论中推荐的。优点是他做事认真，行动力强，上手快，但是他这个赛道比较局限，所以也不是那种赚大米快米的生意，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亲力亲为，极度的不相信别人，格局也打不开。他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格局打不开。这么多年呢，我好像成了他的左手右手，陪他出差，可能这是我能给他提供的价值。他是一个注重家庭关系和地位的人，每个星期都会去给父亲做饭，每个中秋节、大年30都是亲自下厨，集中他家的兄弟姐妹，在父亲家里团圆。他其实是家里最小的，但是像一个大家长一样的主持着家里的一切。他自己忙饭的时候还不喜欢别人帮忙，他觉得他不习惯，觉得别人都没有他做得好。但是他对我呢，非常的信任。他说我是他放在心里的第4个人，除了他家里那位孩子父亲，然后就是我。快速陈述你的问题啊，注意时间。反正在一起这么多年嘛，就是看了学习的视频才知道，好像就是一个异类人嘛，平时很抠，自己的车10几年了也没有换，很低调，从来不买品牌的衣服。提问身价大概，提问就是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你的年收入是多少？这段时间就是感觉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你的年收入是多少？我的年收入一年大概是10几个 W。10几个 W 就是给他工作拿的是吧？不是，是我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工作，你跟他的这些，你给他这个业务上出的力有收入吗？没有，他现在每年给到我大概10到12个 W。这个10到12个 W 是怎么给的呢？是什么由头呢？是我孩子的学费，然后是模仿模型。好，然后你刚刚说你现在有点像他的左膀右臂，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啊？如果你说你有点像他的左膀右臂，这个东西是怎么体现的？是在事业上体现的吗？还是在什么地方体现的？就是事业上、生活上都有。你现在多大了？45岁 ，OK。如你能够掌握到他的整个就是工厂啊什么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里头的链路吗？生产，然后销售这些东西。他是现在自己不生产，全部是代工。对，他的销路是之前他有平台，是他的平台，然后他一年大概能挣多少呢？一年大概200-300个吧。好，是这样的啊，我呢是建议你啊，好好的在事业上动动脑子，不是别的，主要是这个男的呢本身呢他自己就是个秃羊，对吧？在这种稀巴烂的关系里呢，他本身属于秃羊这个级别的，他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因为他其实让你帮他做了很多很多事儿，但实际上在你帮他做这么多事儿，你如果换一个企业，人家可能一年至少能给你20以上的收入，但是你帮他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呢，其实在
即使你们没有男女关系，那么他给到你的这个收入也是不达标的。其实你如果说同样的精力、时间，这个忠诚度放到了其他的企业里，或者说放到了你自己做的事情里头，可能他一年是远远不止20-30的。那我对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呀，不要去思索这个男的，这个男的没有思索的价值，因为你本身呢是有自己的事业能力的人。如果他也只是找代工厂，对吧？去加工他的东西，实际上他最核心的是什么？他最核心的是他的销售链路，就是他能把这个东西销到哪里去，这个是最核心的。如果说你能直接知道他的那些销售链路是什么，你也可以同样的去找人代加工同样的产品。就他如果一年挣200-300，那么你一年挣个50-60，问题不大。你也45岁了，其实如果你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基本上也属于下桥了，知道吗？再往后也就是老保姆了，老保姆这个级别了，收入只会越来越降。我是建议你好好的思索一下我跟你讲的这个路子，不要把你的精力跟时间放到不停的跟这个男的做深度绑定上面，没有太大的意义。然后我现在还有第2个男嘉宾，就刚刚认识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快速结束，我们就1分钟。他大我9岁，是一个中苹果。有一个篮球已经参加工作了，然后前面那个是突发疾病不在的，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他是想往婚恋方向发展。第一次出去呢，他花了7到8K。因为也是我想看看他的态度吧，因为是往婚恋方向发展，所以也没有敢提大的要求。他说还好，如果我提几个 W 的，他也可以买单。就目前对我很上头。他说他认可我，带我进了他弟弟家的人。然后他一直想发生10点半，被我拒绝了。但是最近一次呢，聚会双方快乐水喝多了，他就带我回家了。然后借着快乐水的感觉就发生了2个原因，一个是走不出自己。不要说原因，说问题，不要说原因，说问题，快速。我就说这个第2个男嘉宾能不能可以？现在他还有没有对你同等热情？有，那就可以，比1号好。因为我回应。因为1号的存在嘛，我情感比较执着。我1号我已经告诉你方向了啊，我建议你听我的。就是2号可以发展，2号优于1号啊，好吧？好的，好，拜拜。知道。你们呐，太高估了一个男人的能力，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呢，处处充斥着信息差，知道吗？很多人呢，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信息差，然后1年就能够让他有上百万的收入。可是你们呢？你们明明就能看得懂这个男的他做的这个事儿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复杂，为什么你不能拿过来自己搞？我说女人呢，很多时候缺陷她就缺陷在这儿了，她老是想着吃蛋糕，从来不想着做蛋糕，对不对？你是缺胳膊少腿吗？你脑子比他转得慢吗？他年龄还比你大呢，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只能做吃蛋糕的那个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蛋糕的那个人呢？对吧？你对我好，我跟你搞一搞，对不对？你给我分的东西，我觉得值当，我跟你搞一搞。你对我不好，我觉得不值，我就把你个摊子宣了，我自己搞，就是这么简单。你一定要有这种狠劲，而且要有信念感。因为我跟你们讲啊，我这10来年，我遇到的老板太多了，我看到过的老板太多了。我跟你们说真心话，现在回头来看，我会发现很多的人，当年是我把大家想的太有价值了，我把他们想的太牛掰了。其实很多事情它就是一层窗户纸，知道吗？有些人书也没读过几天，资源吧也就那样，无非就是他比别人跑得快一点，跑得勤一点，把一些想法迅速落地了，仅此而已。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差距其实是来源于行动力跟敢不敢想。只要你敢想，你还能动。
基本上来讲，他拿那个结果，你拿他一半，问题不大。你们老觉得自己只能帮这个人搞，他不是什么10几个亿、上百个亿的身家，没有到那个程度，真的。那些小老板呢，你们是见少了，那些小老板其实真的很不怎么样的。因为我见过很多小老板，就是那种一年挣几十个 W 到一年挣什么小几百个 W 那种小老板，我可以这样跟你们讲，这些小老板身上的任何一个能力都是可以被复制的。这些小老板身上的任何一个能力都不是独一无二的，都没有任何的稀缺性，只是他在你前面想了且做了，就是这样。女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绝对不会亚于男人的任何一个方面。我们生在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社会，你们知道吗？第一，我们现在不崇尚武力解决问题了，对吧？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不像以前还打打杀杀、抢地、抢码头，对吧？现在是个法治社会，靠脑子做生意，是不是靠脑子做生意？你也不需要跟别人打拼抢杀的，对吧？第二，现在这个社会也不需要你过多的体力劳动了。体力劳动无非就是什么跑嘛，对不对？但实际上互联网缩短了所有东西之间的距离，任何的一个信息差你都可以通过网络去弥补。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啊，你们知道就是我之前啊，我买一些就是那种打折的一些奢侈品，很早很早的时候，几年前啊，我买那种打折的奢侈品啊，然后呢，过一段时间我再放到网上去卖呀，我还可以再加点价卖出去。你们知道吗？它这里面有什么难度呢？有什么难度？你们告诉我。就是个信息差。好，不说奢侈品了，我之前啊，刚开始我们不是做那个唱歌的那个，我就做那个唱歌的那个主播那个赛道嘛，我不是天天要买设备，是不是天天买设备？那是话筒啊、声卡呀、什么那些东西。然后呢，我呢就不从那个就是什么某宝啊、某猫啊这种地方买，但是我会查他们的价格，然后我就到那个批发的那个网站上面去找。批发的网站上面它是可以一件代发的，它的价格只有那个某宝和某猫的可能1/3、1/2。我把那个东西用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再挂到那个某鱼上面去卖，我按某宝、某猫的原价卖，原价的那个7折卖，原价的7折卖，都能卖出去，秒出。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些事儿我跟你们讲的就是说，他虽然说我不靠这个东西赚钱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它都有信息差的，而且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你不是赚什么巨大的大钱，你只是赚点小钱，赚个1年小几十万呢，是吧？1年100来万呢，这种东西都是靠一些基本的信息差都可以解决掉的。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关键在于你敢想敢做，好吗？不要老觉得自己只能当这个男的依附品，只能听这个男的，只能让他分我一点吃的。我跟你们说，就是因为你们这种心态，搞得这些人就是越养越刁，知道吗？搞得这些人越来越喜欢白批，就是因为觉得你们太没见过世面了，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我们不能说哈，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在粉丝群里面等大家。来下一个。哎，你好。Hello， 你好。哎，曲曲老师你好，那个，我的是男嘉宾呢是35岁，然后我25，我们是在 YC 认识的，然后10月底认识的，我们就10月底认识的，然后我们
11月初吧，我11月7号我生日的时候，不对，有点紧张连到你啊，我看一下，从认识到现在，我们一共见了大概4到5次吧。然后他工作原因一直到处出差，每个月就大概1到2次。然后在第2次见面前呢，我们大概隔了得有半个月左右没见面。然后第2次见面是因为他要飞到别的城市出差，我说请他吃个饭，他之前一直约我没有约上，就我也比较忙。然后第2次见面他就我们吃个饭，他听见我说我要去做医美了，就是这个词违规了啊，注意一下。然后给我转了4个 W，然后我听说他要去的一个城市，我就让他帮我问一条项链大概多少钱，然后他就直接说你喜欢这个我送给你就好了，那个项链大概是2 W 出头，然后就简单吃了个饭，然后我们就送我回家了。第2次见面大概隔了得有也是差不多10天左右，然后也把项链拿给我了。然后中间我们聊天呢，他也是属于那种每天会积极主动找我的那种，但是突然间一下子就是有点变了，就他给我的感觉，就我感觉这个人以前是每天都很主动找我，我也是比较热情回应，他不找我，我也不会找他。然后在我们第2次见面之前，我生日那一天我没有喊他，但我跟他说了在哪里过生日，然后都是小姐妹聚会，所以就不喊他了。那时候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把我告诉了他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有我的存在。结果他朋友给我发消息说他喝多了，让我过去看一眼他，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待了不到10分钟我就走了，之后也没有见面，直到第2次见面就也没有约上我，也是中间也是约我没约上。然后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在那个地球上聊天就感觉很直男，不太会聊天，回复你什么都是几个字那种，但是一见面就感觉那个嘴巴就很能哄女孩子，甜言蜜语那一种。就我就有点不太了解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点捉摸不透的感觉，就地球上跟见面是完全2个反差。你的问题就是这吗？对，因为我在想，因为这段时间我们淡下来了，我就在想我要不要主动找他，就是他不找我也没找他，大概得有1个星期了。他也没给你个啥，你琢磨这么多干什么？想找就找啊！我就琢磨，就是我很纠结要不要主动找他，因为我怕就是因为我一般是不主动找人嘛，一般都他找我嘛，我就在想我找他的话就是有没有意义？意义？你要什么意义？比如说会不会在我身上继续付出啊这样子。你找他是要花什么成本吗？不需要。对啊，你做一些不用成本的事情，你管他有没有回应呢？管他有没有付出呢？重要吗？好的。就我还想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下一次遇到类似这种男嘉宾的话，我该如何去应付？啥呀？你这问的是都是些什么问题啊？我没有去回应他。不是，你这问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啊？他值得被类比吗？就这个人为你付出了多少，他需要拿出来作为一种类型去研究吗？好的。你身边没男的了吗？不是。对啊，谁对你好，谁付出的多，咱们就多花点心思。我跟你讲啊，人是这样的啊，你可以把你所有接触到的客户分成3、6、9等，知道吗？3、6、9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对于最高等位的，我的联系频率是1周1次；我对于第2等位的，我的联系频率是2周1次；我第3等位的，我的联系频率是1个月1次。然后呢，到了这个时间点群发，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你专业了，知道吧？明白了。你要不然呢？你怎么判断这些人啊？是个人行不行？那个人行不行？这个人好不好？那个人好不好？你不都是干 YC 吗？明白了。你干 YC 也好，干主播也好，都是这样的。你们其实就是半个销售，对不对？半个销售嘛。你希望你这个客户在你这里反复消费，
那你是不是要做客户管理啊？什么叫客户管理呢？优质客户多管理，对吧？次等客户少管理，没用的客户不管理，这叫客户管理，对不对？好的，好的，谢谢曲曲，我懂了。好吧，好，就这样。好呗。怎么会有人会因为客户呀纠结我要不要主动啊？啊，都是客户还要纠结要不要主动啊？客户客户不要纠结要不要主动，客户只用纠结主动频率，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对不对？为什么？你看，同样都是干销售，同样都是干 YC， 同样都是干主播，同样都是希望客户为我付费，为什么有的人干得好，有的人干得不好？就是在这儿，你懂不懂得把客户分类，对吧？因为你的时间跟精力是有限的，我合理分配我的时间精力是怎么合理分配的？是因为我把重要的人做重量分配，不重要的人做轻量分配，对吧？什么衡量一个人的重要与不重要呢？就是这个客户他到底是一个豪气的客户，还是一个普通的客户，还是一个小气的客户？很小气的客户，我就可以完全等着这个客户找我就完事儿呗，对吧？如果说是淘气的客户，那我肯定要多找一找他们，多琢磨琢磨嘛，多下点功夫嘛，是不是？你们不要说就说一个人啊付出了多少，怎么样了，我跟你们说，不要用你们的世界去衡量别人的付出。每一个世界都有每一个世界不一样的货币单位，知道吗？哪怕同样是干 YC， 18线的 YC 跟超一线的 YC 跟新加坡的 YC， 那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同样大家都是坐在这个地方服务你啊，唱个歌干个嘛，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地方实际上它核算到最后每一个时间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不要用你们那个就是那个谈纯爱的那个状态去衡量人家的付出是多与少，他的付出的多与少是基于他见过的客户来决定的，他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每天见到的客户决定的这个客户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量级上面。但是我们对于任何的客户没有所谓的被动这一说的，我们对客户不能被动的，姑娘们啊，小宝贝儿们，对客户被动，你等着客户天天对你主动，那你的客户早就被人抢飞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啊，想要找到我们团队进行长期的陪跑服务啊，或者是想要学习更加强大的理论框架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如果你们找不到粉丝群，现在立刻马上私我，我们马上来回复你们，好吧？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我下播啦，下播了啊！下一场是在周六的早上10点钟，拜拜，拜拜，拜拜 ，See you， 再见啦，拜拜，拜拜，拜拜。